林建威，我说过，我和舒瑶之间清清白白，你非要胡思乱想是不是？他不过回来参加表演活动，在家待不了几天，你就那么偏激，非得冲动伤人？给我好好站在这儿反省，什么时候承认错了，什么时候再起来。林建威站在院内雪地里，冻得嘴唇发紫，可男人的骂声还在耳边嗡嗡响。他猛地睁开眼，发现自己竟然穿到了一本年代小说里，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女炮灰。大院里谁不知道厉延州和乔书瑶从小青梅竹马关系好，他自然更偏向她。而出身高知家庭的林建威，放着父母的溺爱，3个哥哥宠爱的顶配人生不要，讨好了丈夫3年，丈夫不分青红皂白让她反思错误，她大病一场，最后落得个凄惨下线的下场。想到这些，林建威拳头攥得紧紧的。不就是个男人吗？乔书瑶想要，那就送他。想着，林建威拖着麻木的双腿走进了屋里。沙发上，乔书瑶正坐在厉延州的旁边，两人姿态亲密，俨然一对璧人。见林建威走进来，厉延州脸色一沉：“谁让你进来的？出去站着！”延州，别对微微这么凶。其实微微也不是故意的，是我自己没站稳。舒瑶，你不用替他开脱，他今天敢这样冲动，明天谁知道会做什么？再不教训他，真要无法无天了。林建威像是没听见这场双簧，他给自己倒了杯热水，小口喝着。厉延州被他无视的态度激怒。林建威，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出去继续站着。厉延州，我们离婚吧。男人眼底闪过一丝错愕。离婚？以往不管他怎么冷落他，林建威都是低眉顺眼的受着，现在居然敢提离婚。林建威，你最好想清楚，你爸妈哥哥都不在身边，离了我，你能去哪儿？等着流浪街头吗？半年前，林家一家遭遇突发变故，全家不得不暂时回乡生活。而那时的他却忙着和乔书瑶争风吃醋，忙着卑躬屈膝的讨好这个冷眼看他家庭变故的男人。我真不是个人。林建威眼眶发红，他转身走到书桌旁，片刻后将写好的离婚申请书拍在厉延州面前，签字。林建威，你装什么清高？3年前若不是你费尽心机讨好爷爷，逼我娶你，你以为我会多看你一眼？厉延州眼底满是讥讽。既然你对我无心，那就签字。你这3年来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不就是为了让我多看你一眼？怎么现在玩起欲擒故纵的把戏了？说吧，你到底想要什么？除了圆房，其他我都可以考虑。你是该给我补偿。当年我爸妈心疼我，怕厉家看清，1分彩礼没要，反倒给了我不少陪嫁。这3年里，我的嫁妆基本都花在了你和你们厉家人身上，这笔钱你得1分不少地还我。厉延州不过是单位的一个普通职员，月工资也就38块5。再看他身上穿的是崭新的的确良，这些钱哪一分不是从林建威这儿来的？不只是他，就连他父母、弟弟妹妹，甚至乔书瑶，林建威当初为讨他欢心，也没少贴钱。还有，我照顾你起居整整3年，你没给过我1分钱工资，就算按最低标准，请个保姆1个月也得10块钱，3年一共360块，加上我花出去的陪嫁，总共是5360块。林建威，我给你脸了是不是？延州，你好好说话。乔书瑶假模假样的起身打圆场。微微，你别往心里去，今天延州是关心则乱，火气大了些，你放心，我回头一定教训他。不必，我跟他离婚后，他就是你的人了，你想怎么教训都行，都与我无关。林建威，你嘴巴放干净点，别误了舒瑶的名声。厉延州被他露骨的话激得勃然大怒，扬起手就朝着林建威的脸扇过去。林建威非但没躲，反而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反手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你们在干什么？就在这时，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威严的厉喝。厉老爷子站在门口不怒自威，他身后还跟着一位年轻领导，这便是厉老爷子朋友的儿子厉野。厉野13岁就被老爷子丢进单位，如今不过29岁，已是大领导。林建威垂眸低声道：“爷爷。”厉老爷子沉声问：“怎么回事？”林建威刚要开口，乔书瑶便抢先一步道：“这是怨我今天文艺汇演结束，想着好久没见您了，就回来看看。刚洗完澡要下楼，正好撞见微微，不知怎么，她好像不小心碰了我一下，我没站稳，就从楼梯上摔了下来，伤了腿。”延州也是一时心急，说话重了些，微微这才闹着要离婚。他说着，歉然地看向林建威：“微微，没事的，我不怪你，你也不是故意的，别跟延州赌气了，好吗？”若是从前，听到乔书瑶这番茶香四溢的话，林建威早就急得面红耳赤的辩解，但现在他只是冷眼看着乔书瑶表演。书瑶，你不必替他开脱，他就是故意推你下楼的。林建威心思歹毒也不是1天2天了，今天闹离婚这一出，不过是为了欲擒故纵。行了，厉老爷子冷哼一声打断孙子，他觉得今天这事十有八九又是林建威在无理取闹。微微，既然舒瑶都这么说了，你就跟他诚心道个歉，这事就算过去了。呵，林建威嗤笑出声，看吧，果然如此。以前他还傻傻的以为厉老爷子是真心疼他，才会在他和延州吵架时出来打圆场。
现在细细回想，哪一次他不是表面上偏袒他，实则让他忍气吞声，巩固他厉家的名声和利益？他充其量不过是他孙子婚姻里的棋子。林建威，既然爷爷都开了口，舒瑶也这么大度愿意原谅你，你就好好给舒瑶认个错。之前的事，我也就……是你推的吗？厉爷冷声开口。厉延州顿时不满，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舒瑶还会冤枉他不成？我问的是他。不是，我没有推他，是他自己摔下去的。厉野微微颔首，转而看向乔舒瑶。你应该清楚，在厉家说谎要承担什么后果。乔舒瑶被他这样盯着，只觉得浑身一僵。我……厉延州见状，连忙护在乔舒瑶身前。您别吓唬舒瑶，林建威说不是就不是吗？有证据吗？谁能证明不是他推的？厉野朝门外唤了一声。李明亮，领导，什么事？去请2位行为分析的专家过来，当面对质，一旦查明谁说谎，严惩不贷。是。李明亮转身就要去叫人。别去，可能是我没注意，刚洗完澡，头发没擦干，迷了眼睛，脚下又太滑，才自己摔下去的。刚好微微就在旁边，我就误以为是他推的。这话一出，屋里瞬间安静了下来。厉延州脸上的怒气僵住了，有些错愕地看着乔舒瑶。乔舒瑶也没想到，厉野竟然会为了林建威真的要请人来查，心道这2个人到底是什么时候扯上关系的？那就给林建威同志道歉。乔舒瑶委屈地哭了出来。我不过是一时弄错了，又不是故意的，你干嘛这么凶？我的腿现在还疼得厉害呢。林建威，舒瑶都摔伤了，他也不是故意的，你就不能大度一点？反正你也没什么损失。没什么损失，他一句不是故意的，就让我背上心思歹毒、蓄意伤人的罪名，被你罚在雪地里站了半天，这叫没什么损失。厉延州强词夺理，你不是也打了我1巴掌吗？这事就算扯平了，你还想怎样？我要他也去雪地里站半天。林建威，你疯了！舒瑶还受着伤，你让他去站，是要他的命吗？就按林建威同志说的，出去站半天。乔舒瑶慌了神，急忙看向厉老爷子。我不能出去站，我的腿会废掉的，以后还怎么跳舞？当年我爸为了救您牺牲的时候，您答应过要好好照顾我的。厉老爷子看着乔舒瑶哭得梨花带雨的模样，又想起当年的情谊，脸上露出几分犹豫。罢了，既然是个误会，舒瑶说到底也是微微的前辈，这事就到此为止吧。所以厉家地家规是专为我和小唐设的，还是说从今天起这家规就此作废？厉老爷子被厉野这话呛得脸色铁青，厉野却不再看他，目光直直射向乔舒瑶。出去站着。厉延州彻底爆发了，你不过是个外来的，凭什么在这里发号施令？当年要不是因为你的突然出现，我奶奶也不会疾病去世，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处罚我们厉家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落在厉延州脸上，打他的是厉老爷子。厉老爷子气得脸色发青，闭嘴，都给我滚出去站着！乔舒瑶见厉老爷子真的动了大怒，不敢再争辩，连忙拉了拉还在发愣的厉延州，灰溜溜的出去站着了。爷爷，我先回房了。我去看看小唐，我也走了。望着厉野挺拔的背影，厉老爷子手指捏得咯咯作响，想到今天他刚收到的调令，厉野又升了一级。还有这些年，他始终因为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对厉野明里暗里的打压，可这个厉野偏偏最争气，如今竟已走到了他也难以掌控的高度。这边回到屋里，林建威想找点药膏擦膝盖，却翻遍房间也找不到。想到自己鬼迷心窍般非要嫁给厉延州，跑到厉家来受这3年的窝囊气，每天像个保姆似的伺候厉家人，可现在爸妈和哥哥们却在乡下受苦。林建威就坐在床沿默默流泪。不过幸好现在醒悟的还不算太晚，必须尽快离婚，想办法联系上在川省单位的大哥，再和大哥一起想办法，尽快把爸妈从那个苦地方救出来。林建威刚站起身，打算找纸笔先给大哥写封信，一个高大的身影就进来了。我上来找小唐。他不在，小唐被婆婆叫去供销社排大队了，说是要买冬储菜，估计还得有一阵子才能回来。林建威轻声道，他在这个家已经够难了，可厉小唐比他更不受待见，家里所有的脏活累活都是厉小唐干，日子过得比他还要苦。厉也点了点头，却没有离开的意思。今天谢谢你。你好像很怕我。没有啊。厉也勾了勾唇角，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铁盒递到他面前。拿着，这药是特制的，对冻伤很管用。谢谢你。你的手太凉了，在家件衣服。说完，他不再多言，转身就走。林建威手里紧紧攥着小铁盒，一丝暖意悄然漫上心头。随后他拿出纸笔开始给大哥写信，主要是想要大哥知道他已经醒悟了，不再是那个为了厉延州就眼下心忙，连家和亲人都不要的混账。还有离婚的事他也不能拖了，但离婚后去哪却是个大难题。眼下最要紧的是找一份工作，可这年头工作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哪有那么容易？忽然他脑海中灵光一现，他记得书里写过，乔舒瑶有一个金手指，是一个灵泉空间，只要把血滴在手镯上，就能开启空间。林建威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所以我把这个本就该属于厉家儿媳的金手指抢过来，不过分吧？只是镯子现在在婆婆樊玉梅手上，这个婆婆向来瞧不上我，该怎么把手镯弄到手呢？正当他苦思冥想时，楼下突然传来一声尖叫：“严州，你怎么站在外面？这下着雪呢，多凉啊！”是在后勤上班的厉风和樊玉梅两口子下班回来了。楼下，厉延州一见父母回来，立刻哆哆嗦嗦的哭喊：“爸妈，你们可算回来了！我和舒瑶都快冻死了。”站了1个小时，乔舒瑶早已支撑不住，整个人都靠在厉延州身上。樊玉梅一见他贴在自己儿子身上，顿时火冒3丈，上前一把将乔舒瑶扯开。好端端的站在这儿做什么？不等那两人卖惨，林建威抢先一步笑着开口：“公公婆婆，你们回来了。事情是这样的，舒瑶自己摔下楼梯，却诬陷是我推的。延州为了维护她，当面顶撞辱骂厉野，爷爷动了怒，罚他们在这里站着反省呢。”林建威，你还有脸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厉延州气得声音发颤：“难道是我让乔舒瑶诬陷我的，还是我让你骂厉野的？”你……厉延州被堵得哑口无言。厉风皱起眉：“厉影，他回来了。”樊玉梅听说儿子又是为了这两个女人受罚，脸色顿时垮了下来，嫌恶地对着乔舒瑶开口：“你不是该在阳城待着吗？又跑回来做什么？”看到乔舒瑶，樊玉梅就气不打一处来。当年厉老爷子把3岁的乔舒瑶带回家时，本想让樊玉梅抚养，可那时樊玉梅正在坐月子，哪有精力照顾别人的孩子？厉老爷子没办法，只能让厉老太太先带着。乔舒瑶就这样一直留在了厉家，可是却跟厉延州不清不楚，闹得大院人尽皆知，让樊玉梅丢尽了脸面，所以她对乔舒瑶的厌恶更是到了极点。妈，您干嘛呀？舒瑶刚从楼上摔下来，腿还伤着呢。那是他自找的。爸妈，你们别光站着，快去跟爷爷求情，再站下去您儿子真要冻死了。樊玉梅本想让他们再站会儿，可见儿子脸色发青，终究是心疼，便和厉风往屋里走。林建威也跟了上去。屋里，樊玉梅好声好气地求着老爷子：“爸，天都擦黑了，外头起风了，延州还在雪地里站着，嘴唇都冻紫了，要不先让他进来暖暖，有什么错，进屋再教训也行。孩子真知道错了，都站1个多钟头了，这要冻出个好歹，落下病根可是一辈子的事。”是啊，爸，延州明天还要上班，他们单位正在评先进，耽误了不好。孩子年轻不懂事，说话没个把门的。等厉也回来，我肯定让他好好认错。这冰天雪地的，孩子扛不住啊。可是婆婆，林建威冷不丁开口：“刚才在院里，延州还冲我嚷嚷呢，哪像知道错的样子？况且他今天让我在雪地里站了半天，我不也没事？他一个大男人，总不会比我还娇气。”闭嘴，这有你什么事？一边待着去。被樊玉梅一吼，林建威带着哭腔说：“婆婆你偏心，我今天被冤枉站了半天雪地，没人替我说句话。延州顶撞厉野，帮着外人欺负我，不过站了1个小时，你就舍不得了。说到底，我就是个外人，怎么做都入不了你们的眼。”他抹了把眼泪，从口袋里掏出离婚申请书。既然大家都不喜欢我，我也不在这儿碍眼了，让厉延州把这份离婚申请签了吧。离婚？樊玉梅大惊：“你没发烧吧？”婆婆，我是认真的，延州的心不在我这儿，你们也都不待见我，我何必再讨人嫌？樊玉梅狐疑地打量他：“你真舍得下？”我没事的，大不了哭1个月就好了。你们也不用担心我离婚后没地方去，我爸妈当初给了我不少陪嫁，我已经把清单整理出来了。他掏出一张纸：“这些东西和钱，你看，当初你说家里急用借走的，还有小泽的相机、小飞的自行车，都是我买的。等离婚的时候，你们把这些东西要么还给我，要么折现给我，我拿着钱出去找份工作，总能养活自己。”樊玉梅盯着清单最后那个5000块的数字，头皮一阵发麻。不管是真是假，这钱她都不可能再吐出来，心道：这死丫头算得这么清楚，是铁了心要离婚。樊玉梅刚要开口安抚，厉老爷子沉着脸问道：“什么清单？拿给我看看。”没啥，这孩子说胡话呢。婆婆，我没说胡话，反正你们都偏心，我在厉家就是个外人，不如就离婚，你们把我的陪嫁还给我。樊玉梅一把捂住他的嘴：“不偏心，不偏心，让那小崽子继续站着，给你出气总行了吧？”林建威扯下他的手：“罚他们的是爷爷和厉野，怎么能说是给我出气？那你想怎样？我记得您说过，厉家有个银手镯是传给儿媳妇的，我都嫁过来3年了，您从来没提过要给我，说明您心里从来都没认可我，根本没把我当自家人，所以还是离了吧。”厉老爷子本就因为厉野的事心烦，一听林建威又提离婚，更是头疼。那手镯确实是给厉家儿媳的，既然他要，就给他吧。不就是个破银手镯吗？又不值钱，厉家祖上穷，才拿这个当传家宝。好，我去拿。门外，李明亮小声问厉野：“领导不进去吗？”厉野沉默片刻，
唇边泛起一丝苦笑。哭1个月，他竟这么舍不得李延州，为了留在厉家，连传家宝都要争。他心头莫名发闷，索性也就不想进去了。屋里，樊玉梅很快取来了一个盒子，没好气的递给林建威：“给你，满意了吧？可以让延州起来了吧？”罚他们的是爷爷和丽爷，又不是我。您跟我说有什么用？我可做不了这个主。林建威接过盒子，心中狂喜：“谢谢爷爷，谢谢婆婆，我累了，先回房休息了。”樊玉梅盯着他的背影，气得直跺脚，正想再为儿子求情，就听外面传来一声急呼：“爸妈，爷爷，舒瑶晕倒了。”爸，您看着，去扶进来吧。得了准许，樊玉梅和厉风连忙去院子里扶人。此时，厉也刚走到院门口，恰好看见一个瘦削的身影挑着沉重的担子走来。小唐，厉小唐看清来人后，眼中瞬间迸发出难以置信的惊喜。哥，你啥时候回来的？今天刚回。这次能留几天？厉小唐望着厉野的眼神满是依赖。自从妈妈去世后，哥哥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亲人了。不走了，哥调回京市了。哥，你真的不走了？太好了，太好了！10岁那年，他们兄妹俩被送回厉家，过上了寄人篱下的日子。16年来聚少离多，他几乎不敢想象能有团聚的这一天。哥，快进屋，外头冷。屋里，樊玉梅正抱着厚棉被将厉延州裹得严严实实的。一见厉小唐进来，习惯性的指挥起来：“死丫头跑哪儿也去了？这么晚才回来，没看见延州收寒了吗？赶紧去厨房烧一锅姜汤来。”大嫂，不是你让我去排队买冬储菜的吗？买点菜能用一天，天天干活不见利索，就知道偷懒磨洋工。行了，别杵在这儿碍眼了，赶紧去烧水。大嫂，看来我之前给的教训还不够深刻，让你们又可以肆无忌惮的欺负小唐了。看到厉野，樊玉梅吓得后背一凉。哎呀，小野你说什么呢？我们哪有欺负小唐？这不，我们平时都要上班，就小唐一个人在家闲着，才让他帮忙买点菜。刚才我是看延州冻着了，一时着急说错了话，小唐你可别往心里去啊。买菜累坏了吧？快坐着歇会儿，我去烧水做饭。看到有哥哥给自己撑腰，厉小唐眼里泛起了泪花。哭什么？哥，我是高兴。这边厉老爷子将大儿子叫到屋里，便气不打一处来。爸，他这次又回来干什么？上次行动，他获了关键情报，立了大功，所以级别也提了1级，还调了回来。他调回京市了，不走了，还升了1级，那他现在岂不是我的领导？厉也成了他的顶头上司，那他在单位里还有什么立足之地？厉老爷子看着大儿子这副没出息的样子，心里堵得慌。这个大儿子是指望不上了，只能把希望放在孙子身上。延州最近工作怎么样？还不错，他们单位正在评先进，要是评上了，说不定能往上升一升。我在那边还有点老关系，只要延州自己争气，肯好好干，将来未必不能铺出一条路来。是，爸，我会好好督促他的。对了，林建威说的那个陪嫁清单是怎么回事？这个具体我也不太清楚，等晚上我问问玉梅。管好你房里的人，现在上头正在抓作风问题，别在这个时候给我闹出什么纠纷，影响延州前程的事来。我明白。厉风确实对林建威的陪嫁一无所知，但老爷子既然特意提了，他不得不问个明白。他来到厨房里，樊玉梅正把锅碗摔得乒乓响，嘴里不住的低声咒骂：“一个个都是讨债鬼，老娘累死累活上1天班，回来还得伺候你们，怎么不干脆吃死你们算了？”你在这儿叽里咕噜说什么呢？我嫁到你家真是倒了8辈子霉，上伺候老的，下伺候小的，还得看那个野种的脸色，现在连个外人都敢骑到我头上了，我图啥？行了行了，我问你，林建威说的那个陪嫁清单到底是怎么回事？樊玉梅话音一顿，眼神明显躲闪起来。什么怎么回事？我哪知道他发什么疯？他平时不就那样不着调吗？为了延州什么事干不出来？今天肯定是看乔书瑶回来了，就拿离婚威胁咱们罢了。你没见他连你娘传下来的手镯都要走了吗？不管他想干什么，你这段时间对他好点，别让他再闹。还有延州也是，不行就让他收拾收拾，去单位宿舍住几天，别整天扎在女人堆里惹是生非。这大冷天的让延州去住宿舍，凭什么？要我说，直接把那个乔书瑶赶走不就清静了？老爷子看中他，你又不是不知道。别啰嗦了，就让延州明天搬出去，让他这段时间把重心放在工作上，争取把先进评上，比什么都强。是，就听你的。你们厉家就没一个好东西，老的少的都一个德行。对了，你去楼上把那个死女人喊下来帮忙，躲在楼上不知道在干嘛，自己男人病了都不知道下来伺候，白吃白喝的废物。我是他公公，进儿媳妇房间像什么话？要去你自己去。而此时，林建威正在忙着开启空间，过程也很顺利。忙完这些，厉小唐过来叫他去吃饭。喂，下楼吃饭了。大嫂把饭做好了，
二哥让我来叫你吃饭。二哥是厉爷。客厅里，厉家的人今天都齐了。厉老爷子清了清嗓子，说着场面话：“今天咱们一家难得人齐，动快吧。”乔书瑶脸色还有些苍白，却强撑着盛了碗汤推到厉老爷子面前。今天是我不好，惹您生气了，给您赔个不是。行了，你身子虚，坐下吃吧。厉延州见乔书瑶这么懂事，又看了眼只顾着自己吃饭的林建威，顿时来了火气。林建威，你是没长眼睛吗？书瑶病成这样都知道给爷爷盛汤，你是死了不成？还不快给我和爸妈都盛一碗？她是你的妻子，不是你的佣人，想喝汤自己没长手。再让我听见谁在厉家呼来喝去，搞旧时代的做派，就滚去院子里站着。什么时候学会说人话，什么时候再进来。厉爷的一句话，让饭桌上瞬间鸦雀无声。林建威也识趣的不再作声。一顿饭在压抑中匆匆结束后，吃完饭，林建威准备回屋，却被厉延州拦住，一上来就是凶狠的问道：“林建威，你什么时候跟厉爷勾搭上的？”厉延州，你有毛病吧？没勾搭，那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替你出头？当然是因为你们都不做人，他看不过眼。你给我回来把话说清楚。你放手！两人拉扯间，一旁的乔书瑶眼尖的瞥见了林建威手腕上的手镯。等等，这不是厉家传给儿媳的银镯子吗？怎么会戴在你手上？林建威，你竟敢进大嫂房间偷东西！乔同志，麻烦你嘴巴放干净点。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喜欢撬别人的墙角，惦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个手镯是婆婆亲自送给我的，她说我是厉家明媒正娶的儿媳妇，这传家的东西本该就属于我。不可能，大嫂根本就不喜欢你，怎么可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你？恰在此时，樊玉梅洗完碗从厨房出来，林建威立刻语气带着委屈道：“婆婆，舒瑶说您根本不喜欢我，说我不配戴这个手镯。”樊玉梅正憋着一肚子火没处发，闻言朝乔书瑶翻了个白眼：“我不喜欢他，难道喜欢你？乔书瑶，我劝你摆清自己的位置，你只是厉家的客人，一个外人，这手镯再怎么样，也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听到没？”林建也微冲乔书瑶扬了扬眉，转身回屋。书瑶，你别生气，你要是喜欢，我给你买个新的，买更好的。我只要那个。好，你放心，等以后我一定会帮你把它要回来。我不想再等了，延州，我也不想再回阳城了。厉延州看着他楚楚可怜的模样，心里软得一塌糊涂。好，等我评上先进，有了资本，就和他离婚。樊玉梅见两人又腻在一块，瞬间暴怒：“还磨磨蹭蹭在这儿做什么？没见微微已经上楼了，今晚你和微微睡一舞曲，你冻着了，两个人挤挤暖和。”不行，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跟他。要么你今晚跟林建威睡一屋，要么就去跟你爸挤着，明天一早收拾几件换洗衣服，滚去单位宿舍住几天。总之，他就是不能让儿子再跟这个乔书瑶黏糊在一块，免得又闹出什么幺蛾子。第二天，林建威出去给娘家人寄信，遇到大院里的几个嫂子，张口就是调侃他：“哟，厉家媳妇，这是又去给你男人送饭啊？”说话的是大喇叭王婶。大院里谁不知道，林建威这些年一直热脸贴厉延州的冷屁股。王婶，我以后都不去送饭了。这是咋了？小两口闹别扭了？不是闹别扭，是乔书瑶同志回来了。林建威红着眼眶，把昨天乔书瑶自己摔下楼却诬陷他，厉延州罚他占雪地的事一五一十说了出来。王婶，您给评评理，他们是不是合起伙来欺负人？哎呦，这可真是过分了，这饭确实不该给他送，让他自己饿着去。王婶嘴上附和着，心里却想，这不都是你自个儿愿意的吗？坐了3年的冷板凳，现在知道委屈了。他话锋一转，又好奇地问：“那你不在家好好养养身子，出来干啥呀？”我的嫁妆被家里拿去用了，现在1分钱没剩下。我要是不出来找份工作赚钱，延州只会更嫌弃我，说不定还会赶我走。你说啥？你的嫁妆全给你男人他们家花完了？是啊，当初婆婆说家里急用，我就都拿出来了。还有我给小泽买的相机，给小飞买的自行车，给延州买衣服买表，补贴家用。现在我手里1分钱都没有，不找工作真的活不下去了。王婶立刻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他，真是个缺心眼的，自己的陪嫁就这么被人榨干了，还想着赚钱讨好男人，果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可这事毕竟涉及到厉老领导家，王婶也没敢多嘴。一路上，林建威逢人便诉苦，那些婶子们本就爱嚼舌根，一听这话个个都精神。他就是要让全大院都知道他在厉家受了多少委屈，更要把乔书瑶和厉延州旧情复燃那点事，还有他的嫁妆去向传的人尽皆知。等寄完信，林建威打算去附近的工厂去碰碰运气，可跑遍了几家工厂都没找到工作。也许是思念家人的缘故，他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他以前的家属院。3年前他们一家还在这里其乐融融的住在这里，可现在早已物是人非。林建威站在门口，眼眶忍不住有些发热。
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唤他：“喂喂，杨姨。”来人正是母亲之前最好的朋友，街道办的妇女主任杨国珍。喂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出来找工作，路过这边。找工作是不是缺钱花了？杨姨这儿有，你先拿着。杨姨，不用，我准备和厉延州离婚，想先找份工作，搬出来住。离婚？是不是厉家人欺负你了？当初你爸妈放心把你嫁过去，就是觉得厉家是大家庭，体面又靠谱，没想到也做这种落井下石的事。不是的，杨姨，是我和厉延州感情不和，是我自己要离的。杨国珍见他不愿多说，便转了话题。错，去宜家坐坐，姨给你做好吃的，瞧给娃瘦的，正好和美娟好久没见，你们年轻人说说话。改天吧，杨姨，时候不早，再晚回去该赶不上班车了。林建威婉拒道，又指了指院子。对了，杨姨，现在这里住的是谁啊？是稽查队的一个小队长家，这家人可不太好相处，蛮横得很。你往后没事别往这边走，省得被他们揪着小辫子不放。毕竟林建威父母是被陷害的，他得格外小心。好，谢谢杨姨提醒。跟姨还客气什么？你爸妈那是来得太突然。哎，不说了，孩子，往后有什么难处一定要跟姨说，姨能帮的肯定帮你。我会的，杨姨，那我先走了，改天再来看您和美娟。晚上林建威回到屋里，厉小棠又给他抱来一床厚厚的棉被。微微，睡了吗？小棠，有事吗？今天二哥送了2床新棉被过来，这床给你。这是丽也给你的，我怎么好意思要？二哥特意交代了，分一床给你。你之前在雪地里站了那么久，身子肯定受了寒，盖厚点暖和。啊！林建威一时怔住，丽也怎么会特意关照我？厉小棠放下被子道：“好了，早点休息吧。”送走厉小棠，林建威心里还在琢磨厉野的用意。难道是因为厉小棠？这个家里也就我和小棠还算亲近，丽野可能是想让我多陪陪小棠，也好让小棠有个说话的人。除此之外，他实在想不出别的原因。送走了厉小棠，他又开始看书，这次看的是外文。他要抓紧时间多学习一些技能，这样找到工作的概率就会大一些。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天，林建威终于在出版社找到了一份临时翻译的工作。要不是我们这篇稿件催得急，也不会找外人来试。你到底行不行？这稿子涉及专业术语，要是翻错了，耽误了出版进度，你可负不起这个责任。一个中年主编打量着林建威道：“主编您放心，我一定准确翻译，按时交稿。”那行吧，你就在这儿翻译，有什么不懂的别瞎猜，及时问同事。田淑云，你带新人。好的，主编。田淑云笑着应下，等主编走后，主动对林建威说：“主编说话就那样，人其实不坏，你别介意，有什么不懂的随时问我。”谢谢你，田姐。等林建威下班后走出办公楼，外面已经一片漆黑。糟了，忘记太晚会错过末班车。从这里走回大院，少说也要1个半小时。林建威正准备硬着头皮回去，突然一个高大的人影出现在面前。啊，鬼啊！是我。厉野，你一直跟着我，你怎么会在这儿？厉野面不改色，有公务，正好路过。不远处的树影里，李明亮偷偷撇了撇嘴道：“明明是下午处理完公务，就特意绕到出版社门口等着，还不让我跟太近，说是路过，骗谁呢？”走吧，我送你回去。不用了，我自己可以走回去。这一路还长，夜里风硬，你要是再冻得晕倒，我还得抱你回去。还是说你想让我抱？没有。对了，听说你在找工作。已经找到了，在这里的出版社做临时翻译。我们单位宣传科最近有空缺，需要一个会写材料的人，你可以去试试。不用了，我现在的工作挺好的，而且小唐还没工作，你把机会让给他吧。小唐学历不够，他的工作我另有安排。你在出版社的翻译工作只是临时的，按现在政策来看，将来转正的可能性几乎为0。如果你想让厉延州看得起你，一份正式稳定的工作对你来说帮助更大。林建威抬起头，怔怔地看着他，心道：所以他特意提出要帮我安排工作，是为了帮厉延州维持这段婚姻。想到这些，林建威不由弯了弯嘴角。谢谢你的好意，这份工作我不能要。厉野眉头微微一皱，像是没料到他这么干脆就拒绝。不合心意没关系，单位企业都可以，你想要什么样的，我帮你找。我说了，我不需要。林建威心底莫名窜起一股火气。就算你给我一份每天躺着就能拿钱，别人抢都抢不到的铁饭碗，我也不需要。为什么？他就这么喜欢厉延州，为了他拒绝所有男人的好意？因为我一定会和厉延州离婚，我找工作就是为了搬出去住，从此和厉家一刀两断。他不想再和厉家有任何牵扯，不想接受厉野的施舍。
对不起，让您失望了，我自己回去就行。说完，他转身就走。丽也站在原地，耳边反复回想着他的话。我一定会和厉延州离婚。他说他要离婚，不是因为怕被嫌弃，而是因为他真想离开。一股滚烫的情绪毫无预兆地涌上来，瞬间冲垮了他惯有的冷静。离婚好，离了婚才好。正自言自语，李明亮过来道：领导，您怎么让林同志自己走了？这大晚上的多不安全。他拒绝了工作机会。李明亮一愣，林同志是不喜欢吗？宣传科的工作挺轻松的。不对啊，领导，就算林同志不喜欢，您重新给找一个不就行了？您刚才是不是语气重了点，把人给气走了？不好的独处机会啊，就这么没了。俗话说得好，只要锄头挥得好，哪有挖不倒的墙角？厉也没接话，转而问道：厉延州最近在评选先进？是，据说评上这个先进，年底就能提拔。厉老领导那边还特别关注这件事，就等着结果出来呢。缓一缓，这是随后再说。这领导，厉老领导那边盯着呢，这样的话是不是不太好呢？容易得罪人啊。厉也一个锐利的眼神扫过去。好办，好办，您放心，不管用什么办法，我这边都会处理好的。另外，跟宣传科那边打个招呼，这个岗位先给我留一下。好嘞，我去安排。此时，厉家客厅，厉峰眉头紧锁地对樊玉梅说：你最近是不是在外头惹了什么事？我怎么觉得这2天单位的人看我的眼神都不对劲，话里话外都带着刺。我能惹什么事？整天在后勤部忙得脚不沾地，下班还得火急火燎赶回来做饭，从早到晚忙得连口气都喘不上，哪有那闲工夫惹事？樊玉梅没好气道：延州这几天没回来？没有，不过听你这么一说，我好像也有这种感觉。去买菜时，那些婆娘都在背后指指点点的。说着，他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一旁的乔书瑶。看我干什么？我这几天一直在家养伤，大门都没出过，能惹什么麻烦？最好不是你，赶紧把伤养好，回你的阳城去。你留在大院里，准没什么好事。你这话就过分了，这里也是我的家，我想住多久就住多久，轮得到你来赶人？樊玉梅正要反驳，眼角余光瞥见刚好回来的林建威，立刻喝道：站住！婆婆，有什么事吗？你这几天怎么回事？天天不着家，中午连饭都不去给延州送了。他最近在评先进，最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你这个当妻子的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心疼男人？婆婆，我在外面找了个临时翻译的工作，最近比较忙，实在没空去送饭了。你找了工作，什么时候的事？家里一大堆活没人干，你不知道帮忙，反倒跑出去工作。婆婆，我也不想去工作的，可是我的嫁妆都被花完了，不然你每个月给我100块零花钱，我也可以不去工作的。你想屁吃呢？1个月100。樊玉梅立刻炸毛。那不然您把我的嫁妆还给我。樊玉梅急忙打断他：去工作也不是不行，赚点钱补贴家用，省得在家白吃白喝。不过婆婆，延州在单位确实辛苦，又吃不惯食堂，我看舒瑶在家闲着也是闲着，让她每天去送饭再合适不过了。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让她去送，我宁愿自己中午多跑一趟。那就辛苦婆婆了。说完，她收起笑容，转身回屋。樊玉梅看着乔书瑶那副急不可耐，恨不得立刻粘上厉延州的样子就火大。乔书瑶垂眸掩去眼底的冷光，心道：只要我想，有的是办法见到厉延州。林建威那个蠢货还想和我斗，我爸当年可是救过厉老爷子的命，有这个筹码在，我迟早能名正言顺地嫁给厉延州，成为厉家的大少奶奶。第二天，林建威下班路上，忽然前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微微。林建威抬头看去，是梁美娟，杨姨的女儿，也是他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美娟，你怎么在这？你还说呢？要离婚这么大的事，你竟然不告诉我。美娟，我太难了。积压了多日的委屈瞬间涌上心头，林建威鼻子一酸，整个人挂到梁美娟身上。哎呦乖乖，没事没事，你还有我呢。走，咱干他去，敢欺负我姐妹，我今天高低让他尝尝屎的咸淡。别，现在还不是时候。姐妹，你别跟我说你这次又是闹着玩的。以往林建威也常跟他诉苦，说厉延州又去找乔书瑶了，说厉延州又不理他了。梁美娟每次都跟着一起骂，可一提到离婚，林建威就会找各种理由为厉延州开脱。每次梁美娟都气得吐血，真想撬开这个顶级恋爱脑的脑子，看看里面装了多少度的开水。没有闹着玩，只是我现在还没找到工作，我的粮食关系、户口都没处转。这有啥？今天我就是为这事来的。姐妹，你们常有人要卖工作吗？这时候，旁边一个男生打断了梁美娟的话：要不咱们去国营饭店边吃边说？对，光顾着和你说话了。微微，我哥哥退伍回来了，咱们边吃边说。林建威这才注意到一旁还站着一个男人。
美军哥，你回来了。前2天刚回，外面冷，咱们去饭店坐着聊吧。3个人来到国营饭店坐下，趁着梁美军去点菜，林建威赶紧问：姐妹，你说的工作是什么？是正式工吗？那可不，我哥这次退伍，上面给安排了工作，是机械厂的保卫科的，但他不想去，想把这个工作机会让出来，厂里那边可以操作一下，给你换个适合女同志的办公室岗位。美军哥是还有别的去处？我哥说他伤了身体，想在家养一阵子，不着急工作。这时梁美军赶紧解释了一句：伤的是手，拿重物有些发抖，不影响以后生活。所以啊，我和我爸妈都商量过了，这个工作机会先给你用上，我哥不着急，他以后慢慢找就行。这还是算了吧。怎么就算了？你好不容易想通要离婚，姐妹我当然要全力支持你。拿你亲哥的前途来支持，姐妹你这义气也太厚重了，我实在消受不起。你不用有负担，保卫科的工作不太适合我，我已经托我同事重新找了份闲散的工作，过2天就能上岗。机械厂的工作就算你不去，也会便宜别人。你啥时候找到工作的？我咋不知道？梁美娟说着，忽然感觉桌下的脚被人踢了一下，意识到什么，赶紧找过。哥，我想起来了，是给那个什么家属院看大门是吧？瞧我这记性。喂，机械厂的工作你就放心去，我哥这边都打电好了。20多年的姐妹，梁美娟一撅屁股，林建威就知道要放什么屁，怎么可能看不出这是临时编的谎话？其实我没跟你们说，丽佳为了补偿我，也给我在表演团找了个清闲工作，是我自己赌气不想要。但现在转头想想，我在丽佳受了3年气，这工作我就该要，不能便宜他们，是不？所以机械厂的工作我就心领了，还是你们自家人留着更合适。真的假的？你别骗我。真的，吃饭。以前光围着丽妍周转，我都好久没下过馆子了。梁美军将菜往他那边推了推，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就随便点了点。哥你可以呀，随手一点，点的全是微微爱吃的。梁美军笑了笑，很自然地给林建威加了块鸡肉。那微微多吃点。谢谢，我自己来就行。难得我哥请客，今天就让他好好表现。3人说笑间，饭店里面又进来2人。李明亮盯着林建威这张桌子对立道：领导，你看对面是不是林同志？他对面坐的那个男同志是谁啊？眼睛都快粘林同志身上了，还随便给人夹菜，讲不讲卫生啊？领导你看他。话音未落，丽野就径直走向那桌。林建威感觉身后有人，下意识转头，结果就看到丽野一脸严肃。方便拼个桌吗？梁美军语气客气道：同志那边还有空桌子。梁美军见丽野不仅不走，还一直盯着林建威看，顿时不悦了。各位同志，麻烦你让开，不要打扰我们吃饭。眼见气氛剑拔弩张，林建威连忙起身：这是我丈夫家的人，我们认识的。听到丈夫2个字，梁美军脸色明显沉了下来，刚才的温和客气荡然无存，眼神里带着冷意。梁美娟一听是厉家人，更是像被点了火的炮仗。怎么，你们厉家连晚辈出来和朋友吃顿饭，也要派人来盯着管着？好啊，我们还没去找你们算账呢，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我告诉你，别以为我们微微娘家没人就好欺负，你们厉家要是敢再欺负他，别说是大院子弟，就是天王老子，老娘我照样把他祖宗18代都骂得从坟里跳出来。微，你别怕，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你的娘家人，我们给你撑腰。他指着厉野的鼻子，我告诉你们厉家，识相的就赶紧把承诺给微微的工作兑现了，然后马柳的签字离婚让他走人，否则我就是闹到单位那里去，也要把厉延州脚踏2条船不做人的事。林建威一把捂住了梁美娟的嘴，再让他说下去，今天这饭店怕是都要被掀了。他迎上厉野深不见底的目光，厉野，您吃饭了吗？要不一起坐下吃点。好。梁美娟虽不情愿，还是气鼓鼓地挪出一个位置，一桌子人这才坐好。美军哥，真不好意思，今天这顿算我请。不用。梁美军目光却紧锁着厉野，怎么能让女同志买单？梁美娟憋了一肚子气，饭也不吃了，就死死盯着厉野。你们刚才提的要求，我都可以答应。林建威一愣，什么？工作我会尽快安排妥当，离婚我会让厉延州配合签字。至于去单位那里告状，你们若是觉得麻烦，我也可以代劳。梁美娟没想到他会答应的这么干脆，反而有点猛，准备好的骂词卡在喉咙里，最后只干巴巴挤出一句：你最好说到做到。厉野点了点头，算是回应，随即问林建威：回家吗？林建威下意识就嗯了一声，等反应过来回家意味着和厉野一起走时，厉野已经很自然地拉起他的手，转身就往外走了。梁美军坐在原位，看着厉野握着林建威手腕离开的背影，眼神极其复杂。哥，你没事吧？没事。等反应过来，梁美军赶紧冲着林建威背影喊：微微，有啥事一定跟我说，多难我都帮你。
好，美军哥、美娟，你们先回吧，咱们下次再聚。马路对面，吉普车旁，林建威终于抽回手。丽爷，我自己走就好。还有，刚才我朋友就是替我着急，他没什么坏心思，也不会真去单位闹的，您别往心里去，别为难他。在你眼里，我是怎样一个人？你……林建威怔住，他这是什么意思？是要我夸他吗？夸了就能大事化小？您当然是一位英姿飒爽、顶天立地、有勇有谋、宽宏大量的人，我说的都是真话。像你们这样的领导，我们都是非常崇拜且尊敬的。你觉得我也和厉老爷子一样，是个把厉家名誉和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人，为了前途会不择手段，把所有人都当成棋子？没有啊，厉爷，您怎么会这么想？厉爷突然笑了笑。我和小唐10岁才到厉家，在这之前，我们没吃过厉家1粒米，到了厉家后，也没沾过厉家1分光，所以厉家怎样，与我何干？可您到底是厉家人，而且您刚调回京市，我要是现在就和厉延州离婚，闹出丑闻，对您总归有影响吧？林同志，这您可就把心放肚子里了。厉爷还没说完，李明亮就急着插嘴道：“别说您和厉延州同志离婚，就算是我们领导离婚，也……呸呸！我的意思是，我们领导的地位都是拼出来的。这些年要不是厉老领导暗中打压，他早就回京任职了。那些虚头巴脑的名声，怎么可能影响到他？而且我觉得厉延州同志对您确实不咋的，您和他离婚是对的，说不定离了婚，更好的缘分就在后头等着您呢。”闭嘴！李明亮立刻闭嘴，嘴角还带着嘚瑟的笑。林建威却听进了心里。厉老爷子表面上对厉野兄妹不管不问，任由厉风他们欺负就算了，竟然连在单位里都要打压他。那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帮我？林建威这样想着，也就这样问了。我听小唐说，你给他带桃酥了。平时小唐也很照顾我，您真是太客气了。所以您说的那份工作，我现在说想去，还来得及吗？话一出口，他简直想把自己埋了。上次那么硬气的拒绝，现在又来开口求人，可现实逼人，他真的太需要一份正式工作了。厉野看着他泛红的耳尖，眼底掠过一丝笑意。明天让李明亮去约面试时间，具体会告诉你。好，谢谢你，厉野哥。等吉普车开到单位家属院时，车灯远远照亮了前方。林建威目光无意间瞥见前方依偎在一起的一对男女身影，那身形他太熟悉了。林建威收回目光，谢谢你把我送我回来，我就在这儿下吧。等他走后，李明亮终于忍不住开口：“领导，您为啥不跟林同志挑明呢？”我不想让他有负担，我要的是他心甘情愿地走向我，不是感激，不是依赖，是真正看清我是谁之后，依然选择我。等林建威回到家，见到樊玉梅正在做饭，故作疑惑地问：“婆婆，延州是不是回家住了？我刚才好像看见她了。”没有，她最近评先季忙得很，你要是想她自己去单位找。可是我回来时路过他们单位，她同事说她早就下班回来了呀。樊玉梅动作一顿，抬头往屋里扫了一眼，乔书瑶果然不在，她脸色瞬间沉了下来，抓起手边的擀面杖就冲了出去。林建威扬眉道：“哼，不是要衬托你们不容易吗？那就再给你们添点麻烦看看。”巷子旁边，乔书瑶和厉延州窃窃私语，声音很低：“延州我已经申请调回京市了，我们以后就能经常见面了。等我评上优秀职工，立马就跟林建威提出要求，你放心吧。”乔书瑶，巷口突然炸响一声怒吼，樊玉梅举着擀面杖，眼里都快冒火了。乔书瑶，你个不要脸的小蹄子，还敢不听我的话，看我不打死你！乔书瑶躲避不及，肩上背上挨了结结实实2下。妈，别打了，你听我解释。解释个屁！我今天非打死这个狐狸精不可！动静闹得太大，隔壁有人过来看热闹。玉梅啊，这是咋了？大晚上的闹什么呢？没事没事，家里进了贼，抓贼呢，都别看了，散了吧散了。厉家孙媳说的果然没错，真不像样。第二天一大早，林建威就按照李明亮的安排来宣传科面试，只是他刚被工作人员带进科长的办公室，就看到了乔书瑶，真是冤家路窄。乔同志，那就欢迎你加入我们宣传科了。张科长客气了，以后还请您多多指教。林建威看着乔书瑶，眉头不由自主地蹙了起来。乔书瑶也看到了他，你怎么在这儿？这位是……任敏敏赶紧解释，科长，这位同志也是来面试的。张科长皱了皱眉，上下打量了林建威一眼。这姑娘长得确实出挑，可乔书瑶是厉家亲自打过招呼的人，名额只有1个。我们宣传科的名额已经满了，招到合适的人了。这位同志，你请回吧。科长，我是……不管你是谁介绍来的，我们现在都不需要了，名额已经定了，是这位乔书瑶同志。乔书瑶嗤笑一声，林建威，你该不会天真的以为我会把这个工作名额让给你吧？所以是厉老爷子亲自出手，
把原本可能属于我的机会给劫走了。但就这么放弃，他不甘心。张科长，麻烦您看看我的资料，我有相关的能力，肯定能胜任这份工作。还有这个是我准备的宣传稿，您先过过目。他说着就把手里的几页稿纸递了过去。乔书瑶抬手一扬，直接把稿纸打落在地。林建威，你听不懂人话是吧？名额早就定好了，就是我，别在这儿痴心妄想了。你在厉家说白了就是个外人，更何况你爸妈哥哥都不在你的身边。你现在留你在厉家不过是暂时的，迟早有一天我爸会把你扫地出门。林建威盯着地上散着的稿纸，声音冷了下来。捡起来。不就是几张废纸吗？捡什么捡？纯属浪费功夫。你现在赶紧滚蛋得了。我让你捡起来。我就不捡，你能怎样？下一秒，啪！一声清脆的耳光响起，乔书瑶被打得一个趔趄，难以置信地捂着脸。我是厉家的外人，难道你就不是了吗？别忘了，你姓乔，不姓厉。我会被厉家舍弃，难保有一天你不会。这一巴掌教你认清自己。林建威，你竟敢打我！他挣扎着爬起来，张牙舞爪的就要扑向林建威。乔同志，别动手，这是办公室。你们在干什么？这时候厉也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目光落在林建威身上。二哥，他打我，你看我的脸。张科长见势厉也赶紧上前陪笑。厉领导，您来的正好，都是这个女同志，不知道从哪儿得了消息，知道我们这儿招人，硬是闯了进来。我跟她说名额满了，她非但不听，还动手打了乔同志。您看这事儿闹的。他是我介绍来的。是，我知道乔同志的面试已经通过了，马上就能办入职。我说这位林建威同志是我介绍过来的。张科长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彻底懵了。昨天厉劳领导那边也派人来递了话，点名要让乔书瑶进来，他还以为说的是同一个人，原来是厉家内部不同的两个人。不管是德高望重的厉劳领导，还是眼前这位厉领导，哪一个都是他绝对得罪不起的。乔书瑶咬咬牙，委屈地看向厉也。二哥，这份工作是给我的，我从阳城调回来，脚伤得厉害，以后都上不了台了，只能做这种文职工作。与我何干？二哥，你怎么总是帮着外人？我才是从小和你一起长大的人啊！从小一起长大，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一个从小就拿泥巴扔我，只会骂人野种的妹妹？乔书瑶脸色一白，攥紧了手指。反正这个工作是家里给我安排的，你要是不服，就回家说理去。你的腿是真的伤了吗？要不要我现在就送你去单位医院，做一份详细的体检报告，亲自送到老爷子面前？你留在京师的真正目的，需要我再去跟他强调一遍吗？林建威他本来就又懒又笨，嫁到厉家3年，从没上过一天班，他懂什么宣传工作？他根本胜任不了。二哥，你要是为了他徇私走后门，我就去单位那里举报你们。林建威道：我可以比，如果张科长不放心，我们可以比一场，用实力说话，谁赢了谁留下。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乔书瑶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你可别后悔。他在表演团待了这么多年，怎么会输给一个在家窝了3年的家庭主妇？那就请两位听题，考核内容很简单，现场写一篇文艺汇演宣传稿，限时半小时，谁写得好就录用谁。乔书瑶一听，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了。他在表演团待了这么多年，这类稿子也早看腻了。20分钟刚过，两人的宣传稿都写好，递给了科长。林建威，要不你还是放弃吧，承认自己不行，也没那么丢人。结果如何？张科长将2份稿子看了又看道：林建威同志胜出。不可能，他怎么可能写得比我好？你作弊，你肯定提前知道题目了。乔同志，题目是我现场出的，纸笔也是现场准备的，请你注意言辞。乔书瑶同志，输不起的话，一开始就别答应比。既然结果已出，按规定办吧。是，林建威同志，欢迎加入表演团宣传科。乔书瑶死死盯着林建威，眼中的恨意几乎要溢出来，转身冲出了会议室。趁着厉也还在，林建威想索性把住宿问题一并解决了。张科长，我还想申请一下单位宿舍，不知道方不方便？张科长一愣，下意识看了一眼厉也，心道：这位不是厉劳领导家的儿媳妇吗？家就在单位大院，怎么还要申请宿舍？可厉也只是静立一旁，并未表态。可以，这都是小事。等工作和宿舍安排好以后，林建威走出办公室，心情大好，对着厉也感激道：今天真的谢谢您。你总是说谢，却没什么实际行动啊？那要不然我请你还有小唐一起吃顿饭。有小唐在，总不至于太尴尬。厉也差点气笑，请吃饭还要带个灯泡。行，不过今天不行，晚上有任务。那你什么时候有空？
随时告诉我。厉爷点了点头。这边林建威回到厉家后就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他得尽快找个由头，先搬出去再说。正收拾行李，门口就传来厉延州怒气冲冲的骂声：“林建威，你现在翅膀硬了是吧？连舒瑶的工作都敢抢，我允许你出去工作了吗？”真把我当你养的猫狗了？我出去工作还得你点头批准。再说了，他目光转向乔舒瑶，你不如好好问问你的宝贝舒瑶，这工作是我抢来的，还是他自己技不如人输给我的？你少在这里狡辩，要不是你故意激他比赛，他能输给你吗？你现在立刻去跟宣传科说，这工作你不干了，把他还给舒瑶。如果我说不呢？林建威，你为什么非要跟舒瑶过不去？她那么柔弱善良，为了你离家千里在阳城待了3年，受了多少罪，现在脚上了上不了舞台，好不容易有个回来工作的机会，你就不能让她？反正这工作你丢了也没关系，你本来就好吃懒做惯了，可舒瑶不一样，她这辈子都离不开舞台，要是连这份工作都没了，她得有多伤心？厉延州说的情真意切，乔舒瑶也配合的低下头抹了2滴眼泪。是啊，她那么善良柔弱，你那么心疼怜惜，你就把她好好供在家里养着呗，还让她出去上什么班受什么累啊？林建威，我已经对你够仁慈了，别挑战我的底线。我就挑战了，你能怎样？你现在就跟个胡搅蛮缠的泼妇一样，知道吗？你越是这样，我越不可能喜欢你。那我可真是谢天谢地，谢谢你不喜欢我。林建威，只要你把工作让给舒瑶，我今晚允许你回房睡，够了吗？延州，乔舒瑶立刻抓紧他胳膊，放心，我不会碰他的。可别，你离我远点，我怕得病。你到底想怎么样？厉延州见他软硬不吃，简直要气炸了，伸手就想抓住林建威的胳膊。林建威，你是不是在外头给我戴帽子了？厉延州，别把别人想的都跟你一样龌龊。你跟乔舒瑶在巷子里搂搂抱抱、摸来亲去的时候，怎么不想想自己是什么货色？你们这样的戏码，怕是早就演到屋里去了吧？你这个贱人，再敢胡说八道！厉延州恼羞成怒，扬手就要打。林建威转身就跑到院子里大喊：“救命啊！打人啦！”林建威声音不小，他眼角瞥见不远处正遛弯的王婶。林建威心一横，顺势猛地往自己脸上扇了一巴掌，半边脸瞬间红了起来。紧接着他身体一软，故意摔倒在院子门口。救命！厉家媳妇，这是咋搞的？头都磕出血了！王婶，救救我！厉延州要打死我！赶来的厉延州彻底懵了，他明明没使那么大劲儿，他怎么摔成这样？乔舒瑶也急忙解释：“不是这样的，婶子们别听他胡说，是他自己。”舒瑶，我知道你和延州感情好，我可以把工作让给你，只求你别让延州再打我了，我求求你们了！我马上就搬出厉家，我跟延州离婚，我再也不跟你抢他了，求你们放过我吧！这话信息量太大，围观的邻居们眼神立刻变了。延州啊，不是婶子说你，微微再有什么不是，你也不能动手打人啊！我没有，没有什么没有，我们都看见了。人家微微这2年对你多好，大伙儿都看在眼里，你不能因为那个谁回来了就翻脸不认人，这太没良心了。还有乔妹子，咱到底是女人，脸皮还是要一点的。从前延州没结婚，你们怎么样那还能说得过去，可现在人家小2口都成家了，你还天天往前凑，你这不就是不要脸吗？岂止是不要脸，说难听点，这就是勾引人家男人的狐狸精，是要遭报应的。婶子们越说越难听，乔舒瑶的像是被人当众扒光了衣服，羞愤欲绝。厉延州怒吼：“你们这些嚼舌妇都给我闭嘴！舒瑶不是那样的人，是林建威他和舒瑶过不去，抢了舒瑶的工作。林建威，你赶紧跟大家说清楚，舒瑶什么都没做，是你自己摔的。”你给我滚开！把人家林同志吓成这样，还敢说不是你们干的？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可今天婶子宁愿做这个恶人。林同志，这婚离了吧？对，离了得了。厉家小子，你要真不喜欢人家，就干脆说清楚，瞧把人打成这样，再闹下去要出人命的。这3年来，厉延州怎么对林建威，大院里谁不知道？可像今天这样，他们这些当女人的看着心里都发寒。王婶懒得再理那2人，招呼旁边的李婶子：“老李家的搭把手，把林同志送卫生所去。”卫生所里，值班医生一见这阵势也吓了一跳。医生，我头晕的厉害，眼前发黑，会不会要住院啊？喝得这么重，很有可能是脑震荡，是得住院观察几天。王婶一听更是心疼。哎呦，那个天杀的，下手这么重，伤了脑子可咋整？王婶，李嫂子，今天要不是遇见你们，我恐怕……妹子，你现在啥也别想，就好好养着。不，我要离婚，我一定要离婚，我不能再回厉家了。闺女，你能想通是好事，可你现在一个人在这，娘家也没个人，这以后可咋办啊？婶子，我找到工作了，单位能申请宿舍，能不能麻烦您跟小唐说一声，让他帮我把行李拿出来？
还有这住院费，我身上实在没钱了，能不能请婶子和嫂子先帮我垫上？等我发了工资，一定立马还给你们。这钱我们先垫着，回头我们找你婆婆要去，她厉家总不能赖账。对，这钱我们给你垫了，回头就上厉家讨去。那就谢谢2位了。你先好好休息，我们这就回去给你拿东西。与此同时，樊玉梅刚下班回到家属院，就被一群婶子围住了，七嘴八舌的把下午的事说了一遍。樊玉梅越听脸色越白，又一眼瞥见躲在厉延州身后的乔书瑶，那股憋了3年的火蹭的窜了上来。他抄起扫帚就往乔书瑶身上招呼：“你个不要脸的狐狸精！我让你勾引我儿子，我让你挑拨离间。妈，你干什么？我干什么？我要打死这个祸害！好好的家被他搅得鸡飞狗跳，现在连人都打出血了。你们是不是非要闹出人命才甘心？”周围的婶子们不但不劝，反而看得津津有味。直到厉老爷子和厉风回来，这场闹剧才停下。屋里，厉老爷子指着大儿子厉风骂：“说了多少次，让你看住了，这段时间是关键，别惹事，就是不听，脑子被狗吃了。”樊玉梅却一肚子委屈：“爸，当初就不该答应让这个绞家精留下来，现在闹出这么大动静，延州平仙境肯定要受影响的。”你怎么跟爸说话的？留下舒瑶那也是没办法，当年他爸是为了救爸牺牲的，他孤零零一个，脚又受了伤，要真把他再赶去阳城，或者让他自己去外面哭诉，那些老领导们会怎么想爸？怎么看咱们厉家？忘恩负义的名声背得起吗？倒是林建威，不是说找了个翻译的活吗？怎么跑到表演团宣传科去了？还能是谁介绍的？厉野呗。又是厉野，我看他就是故意的。眼看延州要平先进，就想方设法搞事情，非要把延州毁了不可。爸，这回您不能再纵容他了，他这是要毁了延州啊！正说着，厉小棠拎着林建威的行李箱从屋里出来，厉老爷子眉头一皱：“你去哪儿？”微微在医院没人照顾，我把东西给她送过去。住个院，带2件换洗衣服就够了，提这么多东西干嘛？你这大包小裹的，知道的说是去送东西，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把他赶出去了。那死丫头闹着离婚，这人就上赶着递行李，这俩兄妹呀，就是铁了心不让我们这方安生。你是嫌这个家还不够乱吗？厉小棠吓得一哆嗦，不敢再说话。东西放下，做饭去。厉小棠既害怕厉老爷子，又感觉对不住林建威。正在这时候，王婶子和李嫂子突然来了。玉梅在家吗？樊玉梅见识他们没什么好脸色。你们来干嘛？下午的热闹还没看够。王婶拿出单据，我们是来要钱的。今天送林同志去医院，是我们俩垫付的医药费，一共3块4。那死丫头没钱吗？要你们垫。林同志说了，他的钱都给了。行了行了，给，可以走了吧？王婶捏着那3块4毛钱，看着樊玉梅这副态度，火气也上来了。老领导，您家的事我们本来不该多嘴，但今天林同志实在可怜，他去工作也是为了讨好您孙子，可您孙子却因为人家没把工作让出来，就把人打得头破血流，这个谁看了都不落忍。同志们的关心我都知道，这个逆子我说过多少遍要家和万事兴，就是不听，已经重重罚他了，以后一定严加管教。都说家丑不可外扬，今天倒让2位看笑话了。他说着，话锋突然一转，我记得你儿子是单位的田大旺吧？那小伙子不错，有股子冲劲儿，听说最近要选一个小领导，也不知道小伙子有没有希望。王婶却听得后背冒出一层冷汗，心里狠狠咯噔一下，这是在敲打他们呢。他连忙表态：老领导您放心，今天这事我们就当没看见，这都是您的家事，我们绝不外传。李婶也赶紧点头：是。我不是那意思，咱们单位最讲究团结和谐，我只是不想因为家里小辈这点鸡毛蒜皮，影响了整个单位的风气，你说是不是？您说的对，小两口闹矛盾，床头打架床尾和，常有的事，您也别太生气，保重身体要紧。我们就先走了。2个嫂子一走，老爷子立刻发话道：带上那个混账东西去医院，就是求也得把林建威给我求回来。樊玉梅和厉风连忙点头称好，两人心里都清楚这其中的厉害。今天闹这一出，要是真让林建威跟厉延州离了婚，那厉延州就坐实了逼走原配的恶名。别说这次平仙境，就算有厉老爷子这张老脸保着，往后的前程也算彻底毁了。走，跟我去卫生院给你媳妇赔礼道歉。我不去，他有本事就别回来。不去就给我滚出厉家，从此厉家没你这号人，不忠不义，不知好歹的东西。厉风也皱着眉道：你爷为了你这事，脸都丢尽了。他这辈子最看重名声，今天为了你都不惜敲打王婶他们了，你别辜负他对你的期望。你这个逆子，你要是不想你爷爷登报跟你断绝关系，就老老实实跟我走。厉延州心里100个不情愿，
转头看向旁边站着的乔书瑶。严州，你先去，我等你回来。卫生院病房里，林建威看到厉家的几人来求他回去，眼神骤然冷了下来。微微啊，妈带严州来看你了，还给你熬了粥，趁热喝点。樊玉梅说完推了推儿子，还不快给微微道歉。对不起。我不接受。微微，你别这么说，夫妻哪有隔夜仇？严州他知道错了，以后一定改。你先跟妈回家，咱们好好过日子，行不行？回家？回哪个家？我随时可能被欺负的家吗？林建威，你差不多得了，今天的事到底怎么回事？你自己心里清楚。我当然清楚，你把我害成这样，大院的婶子们都看见了。微微，你看严州他都来道歉了，你就原谅他这一次，要不这样，你想怎样出气，妈替你揍他一顿，行不行？我想离婚，厉延州，我们离婚吧。不行，你们不能离婚。林建威早就料到他们不会轻易答应，于是抛出第二个条件，那就把乔书瑶赶出厉家，让他离开京市，永远别再回来。不可能，林建威，我告诉你，你爱回不回，书瑶是绝对不可能走的。那就没得谈了，离婚吧。离就离，你以为谁稀罕你？你给我闭嘴，滚出去，出去等着，妈跟微微好好聊聊。厉延州怒气冲冲地出去了，病房里只剩下2个人。微微啊，我们没什么好聊的，厉延州和乔书瑶断不开，这婚我离定了。对了，我的陪嫁，请您这2天整理出来还我。樊玉梅看着他也不演了，语气冷了下来。林建威，我实话告诉你，这婚你是离不了的。是吗？厉延州和乔书瑶的事人尽皆知，今天他又把我害成这样，只要我去他单位门口闹，您说他那先进还能不能评上？樊玉梅并不慌张。微微，你就没想过你在乡下的爸妈和兄长吗？你什么意思？妈能有什么意思？妈就是替你关心他们，听说那地方日子不好过啊。林建威死死盯着他，眼底满是怒火和担忧。你别这样看着我，我们可没对你爸妈做什么。还有你那个在川省单位的大哥，有这样一个突发情况，就像身上挂着个定时炸弹，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微微，你说你离婚图什么呢？你现在这份工作，要不是有厉家在背后，你一个背景这么差的人，怎么可能进得去表演团？所以啊，你就跟严州好好过日子，往后别提什么离婚嫁妆的了，咱们都是一家人。林建威浑身发冷，他知道以樊玉梅的脑子，想不到用家人来威胁他。这些都是老爷子的意思。你爷爷年纪大了，只是希望家和万事兴，别辜负老人家的心意。我也知道这几年严州确实委屈你了，这样等严州评上先进，要是他还这么分不清，不用你说，妈都做主给你离。但前提是得等严州升职稳定下来。好了，你先好好养伤，明天妈再让严州来接你出院。对了，你可别想着去找那个厉爷帮忙，老爷子在单位几10年，他厉爷就算再能耐，还能翻过天去。要是真把老爷子惹急了，说不定又得被调走了。说完，樊玉梅才走。林建威再也忍不住，眼泪顺着脸颊滑落。他恨自己无能，爸妈和哥哥还在乡下吃苦，他帮不上忙，就连想离个婚都身不由己，到头来还是没能逃出别人的掌心。不知过了多久，厉野带着一身寒气冲了进来，脸上写满焦急。别怕，我在，你没事吧？没事。厉延州那边我会处理。不用。林建威急忙开口。厉野好不容易才调回京市和小唐团聚，他不能再拖累他。我不打算离婚了，这段时间谢谢你，以后您就像从前那样，当我不存在就好。我们本来也不熟。厉野站在原地没动，只静静看着他。你先休息，明天我再来看你。这一夜，林建威睡得极不安稳，梦里一会儿是父母和哥哥在挨冻受饿，一会儿又变成厉野被调查。他猛地睁开眼，额头上全是冷汗。微微，你没事吧？厉小唐提着饭盒进来。没事，做了个噩梦。饿了吧？趁热吹。说完，厉小唐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这个你收好。林建威看到纸上赫然写着离婚申请书几个大字，下面还有厉延州的签名，只是那笔记抖得厉害，一看就是被迫写下的。我哥让我转告你，想离就离，不用顾忌。厉家那些威胁多半是唬你的，他们不敢针对你家人动手，除非厉正清那个位置不想做了。厉野他没事吧？被调查组带走了，不过你别太担心，这也不是头一回了。以往厉野每次回来，但凡动手收拾了厉家的人，总要被调查组带走。可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因为他心里一阵感动。他为什么要为我做到这个地步？微微，还需要我帮你把东西搬出来吗？不用，等会儿我自己回厉家一趟。那你千万要小心一点，别跟他们再对上了。下午林建威直接办了出院，
快到厉家大院的时候，就听到几个嫂子的聊厉家昨晚发生的事情。昨晚上厉家咋了？闹了半宿，哭喊声就没停过。还能咋？厉爷又发威了呗。你们是没瞧见，厉家那大孙子打得老惨了，整个人都不成形了，是被担架抬去单位医院的。其他几个也没好到哪儿去，除了厉老爷子，我看玉梅站都站不稳，都够呛。你别瞎说，要不是厉家把人欺负狠了，人家能发那么大脾气？昨天下午厉延州把他媳妇打得头破血流。小点声，你也不怕惹祸上身？不说了，赶紧走。林建威听完回到家里，厉老爷子一个人坐在客厅沙发上，脸黑得吓人。爷爷，厉老爷子看着他，似笑非笑。我倒真不知道你和厉爷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好到能让他为你做到这种地步。也许他只是在我身上看见了当年同样被你们欺负的小唐。拿厉爷当借口，拿小唐当由头，你倒是比我想的能耐。那既然拿了离婚申请书，还回来做什么？我是来和爷爷谈条件的，请爷爷不要为难厉爷，这件事因我而起，我可以暂时不离婚。跟我谈条件？厉老爷子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是谈条件，也是请求，更是底线。厉爷已经因为帮我受了牵连，我不能让他再为难。但厉家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我会搬去单位宿舍住。第二，我的陪嫁，那些手表、相机、自行车，还有我妈留给我的私房钱，这些年被樊玉梅以各种名义拿走，我希望她能尽数还给我。对外，我会维持厉家媳妇的身份，不影响厉延州平先进。但等她这次升职之后，我依然会离婚。说完，林建威将那张签了字的离婚申请书递给老爷子。你也不用再拿我父母兄长威胁我，我手里有些东西，虽然不多，但足够让某些事情变得不好看。真要鱼死网破，我未必输，只是爷爷您的脸面，厉延州的前程恐怕就保不住了。你威胁我？是自保，也是给厉爷，给我自己留一条活路。爷爷，我只想安静的离开，拿回我应得的，从此桥归桥，路归路。在延州升职前，我名义上还是厉家人，不会在外面做任何有损厉家脸面的事，这是我最后的让步。滚出厉家，不要让我再看见你。那谢谢爷爷了。说完，他拿了行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厉家大院。林建威拖着行李一路走到了表演团的宿舍楼。之前厉也为了他不惜出手教训厉延州被带走调查，他心里过意不去，所以专门跑来问李明亮有关厉也的事情。林同志，你是来找领导的吧？领导他这几天……我知道，我上午已经去跟厉老爷子谈过了，这事都是我的错，不怪厉也，厉也应该能被放出来了吧？林同志，其实不是厉老爷子叫人抓的，厉老爷子也没发话要针对领导，领导特意交代过，这事跟你没关系，让你别往心里去。你放心，那地方领导常去，熟门熟路，吃不了亏，估计过不了几天就出来了。好，谢谢你，那我先走了，不打扰你们工作。行，林同志，这几天你有什么事，随时可以来找我。林建威道过谢，转身回宿舍，半路上又遇到厉小唐，对方拎着个饭盒，正站在门口张望。小唐，喂喂，我给你做了你爱吃的辣子鸡，走，找个地方吃饭去，咱们边吃边聊。两人找了个僻静的角落坐下，厉小唐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给他，这是老爷子让我转交给你的。林建接过信封打开看了看，里面是一沓崭新的大团结。这钱是老爷子自己垫的吧？大部分是。那天你把陪嫁清单给老爷子后，他一看清单上的数额，气得又拍了桌子，硬是让还在医院养伤的大嫂把钱拿出来。按说大哥和大嫂这几年工资也不少，3个孩子有2个已经上班挣钱，就小儿子还在上学，应该攒下不少钱。结果去银行一查账户，连1000块都没有。后来才知道，大嫂悄悄把钱全借给他娘家兄弟盖房子了。大哥气得不行，硬是拉着大嫂回娘家要钱，可他娘家那边推3阻4，最后只讨回来几百块，剩下的全是老爷子从自己的积蓄里补的。林建威心里没什么波澜，反正不管是谁出的钱，只要该他的回到了他手里就行。不说这些糟心事了，薇薇，你知道吗？我哥今天下午就能出来了，只是我下午有事，抽不开身去接他，也不知道他在里面这么些天有没有瘦了，吃的怎么样？小唐，你去忙你的，我下午去接厉也吧。那太好了，就麻烦微微你了。不麻烦，厉也对我很好，这是我应该做的。两人又聊了几句，厉小唐便离开了。下午，林建威去大院门口等厉也回来，他正东张西望着，突然一个熟悉的高大身影就走了过来。林建威先开口：厉也，小唐下午有事，让我来接你，怕您出来饿着，让我带了饭菜过来。都是他让你来的，你自己呢，就没想过来接我？林建威耳根微热：你对我很好，我自然也想来接您的。跟我走吧。我们要去哪儿？
宿舍区。这不太好吧？虽说知道丽野住的是单人宿舍，但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怎么不敢去？怕我吃了你？没有。丽野这才笑了笑，解释道：宿舍楼有接待室，你去那儿等我，我回去收拾一下。哦，好，那我就在接待室等您。接待室里，丽野对着林建威问道：离婚申请提交了吗？没有，我暂时不离了。丽野猛地愣了一下，为什么不离？你明明很想离婚，为了离婚，你甚至不惜让自己受伤。现在签好的离婚申请已经在你手里，你为什么又说不离了？林建威有些无措，他不明白自己没离婚，他为什么会这样大的反应。我说过，你父母那边不用担心，魏正清不敢真做什么，而且我也不是吃素的，我能护住你。可是我不想连累你，我是想离婚，但我不能那么自私，只想着自己。再说，我现在已经从厉家搬出来了，嫁妆也拿回来了，和厉延州也不会再有接触，我和他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夫妻，而且最多等到年后我就会离，反正3年都熬过来了，再多几个月对我来说没什么不同，反正我以后也没打算再婚。听到这句话，丽野眉头倏地拧紧。林建威自顾自说：我背景不好，又是2婚，谁会要我这样的人？他现在心里只有一件事，好好工作，早点把爸妈和哥哥救出来。话音未落，手腕忽然一紧，我要。良久，林建威猛地回过神，转身快步跑了出去。丽野站在原地，看着那个仓皇逃离的背影，心里有点后悔。是我太心急了吗？办公室里，无论他怎么强迫自己静下心来工作，耳边都时不时会响起那个低沉的声音。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怜悯我？想帮我？还是喜欢我？不可能！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就被他自己狠狠摇头甩开。他将自己彻底沉入工作中，不过在同事看来，就像是在发呆。同事任敏看到他这样道：您说微微这样真的正常吗？一天里总有好几回，就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眼神发直。我听说有种病叫离魂症，该不会……张科长摇摇头，我看未必。有些搞创作的人就喜欢这样沉浸在自个儿的世界里，说不定啊，这样才能迸发出更好的灵感。我说小人啊，你也得多跟小林学学，沉下心来，多动动脑子，把咱们宣传科的业务水平提一提。张科长说完，走到林建威旁边道：小林啊，科长，我没有偷懒，这次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我知道你效率高，是这么回事。上面刚下来的新任务，过几天有个外国代表团要来咱们这里洽谈合作，上面特意邀请他们来单位表演团看演出。宣传科这边需要配合做一期高质量的外宣介绍材料，中外文都要有，还要突出咱们的文化特色和友好诚意。我记得你是会外文的，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主要负责了。好的，科长。好好干，上面非常重视这次外宾接待，不能出半点差错。是，科长，保证完成任务。几天后，林建威所在的表演团开始排练，负责演出的副领导想找一个外文流利、形象气质俱佳的人选当主持人。乔书瑶自告奋勇的上台：领导，我在阳城时接触过一些外文材料，可以试试。乔书瑶同志，好，那你上台来试试。乔书瑶清了清嗓子，用外文开口：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欢迎来到华国，我是乔书瑶，接下来将由我为大家介绍今晚的节目。乔书瑶刚开始还讲得不错，但是到了关键时候，几个专业的词汇却让他念得没了底气。副领导皱了皱眉：好了，乔同志，你先下去吧。乔书瑶脸上有点挂不住，忍不住辩解：领导，这段介绍写的有点拗口，把这么深的成语放进去，外国朋友可能理解不了。副领导看了他一眼：这份宣传册是宣传科的同志花了几天心血做的，也经过上面领导审核，内容没有问题，你先下去吧。还有哪位同志外文比较好，主动举荐一下自己或者他人。乔书瑶咬了咬嘴唇，忽然想起林建威就在宣传科，他心思一转：领导，既然这份材料是宣传科的同志写的，那想必宣传科的同志外文水平一定很高，不如就让宣传科的林建威同志来试试主持吧。副领导一听，觉得有理。林建威同志是哪位？请上台来试试。林建威一脸茫然，不过看到乔书瑶幸灾乐祸的表情，瞬间就明白对方是想看自己出洋相，那他偏不让他得逞。接着他就开始念稿子。第一个节目，大合唱大泥湾，这首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象征。在艰苦的岁月里，我们的战士们用镢头和锄头在这片土地上开荒生产。林建威发音标准，那段有点拗口的介绍被他处理得顺畅贴切。一段介绍完毕，乔书瑶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这怎么可能？林建威的外文怎么会这么流利？领导当场拍板：
林建威同志，我正式邀请你担任这次演出的双语主持人，你有没有问题？能为这次重要演出出力，是我的荣幸，保证完成任务。林建威朝乔书瑶眨了眨眼睛，对方亲手把这么好的机会送到他面前，乔书瑶瞬间气得脸色发白。走着瞧。很快就到了正式演出这天，本来进行得很是顺利，可是演出的时候，舞台的电力系统竟然突发故障，演出陷入了僵局。幸好林建威及时救场，机智地化解了演出现场的尴尬，才让演出顺利进行。表演结束后，丽野来后台接林建威，意外撞到来接乔书瑶的厉延州。厉延州看到丽野和林建威走得这么近，极度心作祟道：“你在这儿干什么？”丽野扫了他一眼，伤这么快好了？厉延州下意识摸了摸肋骨，他没敢接话，直接就想往后台的化妆间去，肩膀却被丽野一把按住。你干什么？里面都是女同志，你进去合适吗？我媳妇在里面，用得着你管？听见媳妇2个字，厉野眼神倏地一冷，手上的力道加重。痛痛痛！厉延州踉跄2步，咬牙瞪着他。你和林建威到底什么关系？厉野没直接回答，反而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帕，轻轻一嗅。这条手帕我很喜欢。我问你林建威，谁问你手帕了？这手帕是林建威的，你们果然背着我。说话要讲证据，这种蓝白格子手帕，供销社里一抓一大把，你凭什么认定是他的？你……厉延州气得脸色发青，却一时语塞。此时换好衣服的乔书瑶走了过来，看到厉延州，他眼睛一亮，脸上立刻换上委屈又依赖的表情。延州，我就知道你是关心我的，我脚崴了，走不了路，你特意来接我回家的，对不对？书瑶，你先自己回去，我还有事要等一会儿。乔书瑶一愣，你还等什么呀？我脚真崴了，疼得厉害，你就送我回去嘛。这时候林建威也出来了，厉延州一看见他就道：“微微，我来接你。”不用了，你还是好好陪着你的书瑶吧，一个断手，一个断脚，还挺般配。微微，我是真心来跟你道歉的，以前是我不对，你就原谅我一次，跟我回家好不好？道歉我接受了，回家就算了。微微，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才可原谅我？厉延州有些急。厉延州，需要我再重申一遍吗？离婚申请书你已经签了字，就算暂时没交上去，我们之间也结束了，现在不过是维持着名义上的关系。他斜了一眼乔书瑶，请你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早点升职，站稳脚跟，别整天就知道情情爱爱。说完，林建威转身径直离开，厉爷也大步跟上了林建威。厉延州下意识想追，却被乔书瑶一把拽住。延州，微微说的对，你现在是该把重心放在工作上，等你升职稳定下来，就能顺理成章的和微微离婚了，然后娶我，这不是我们早就说好的吗？厉延州听着他的话，看着那2道一前一后逐渐远去的身影，心里窜起一股邪火。就算这婚姻他早就不想要了，可林建威现在名义上还是我厉延州的女人，他厉也凭什么？一股强烈的占有欲和愤怒涌上来，冲得他头脑发热。延州，我的脚好像肿得更厉害了，好痛。书瑶，你没事吧？能站起来吗？好痛，好像动不了了。走吧，我送你去医务室。出了表演团，厉也飞快地追上了林建威。为什么躲我？没有。没有，看见我扭头就走，连李明亮给你送东西都借口推脱，这还不是躲？我只是觉得我现在还是已婚身份，应该和其他男同志保持距离。其他男同志？我也是其他男同志。2人的距离近的几乎能感受到彼此的体温，等于林建威大脑一片空白，他一把推开厉野，头也不回地跑。厉野看着他仓促的背影，轻笑出声。第2天一上班，林建威就被副领导在早会上公开表扬。林建威同志昨天临危不乱，不仅稳住了演出场面，还协助修复了电路故障，立了大功。我已经把他的表现报上去了，但今天我们表演团内部必须给予林建威同志应有的肯定和奖励。在众人的掌声中，副领导将一张奖状郑重地交到林建威手中。林建威同志，这是表演团授予你的突出贡献奖，还有20元奖金，希望你再接再厉，继续为单位争光。谢谢单位肯定，我一定继续努力，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副领导接着又道：立了功的咱们该奖，但犯了错的……他目光扫向一旁的乔书瑶，都看着我干什么？我哪个节目表演不用心不卖力了？昨天我脚都伤成那样了，今天还忍着痛坚持来上班，这态度还不够端正。乔书瑶同志，昨天演出中你的独舞严重超时，在主持人多次示意后仍未结束，影响整体流程把控。那是你们提醒不到位。乔书瑶同志，如果不是林建威同志及时控场，昨天整场演出都可能搞砸，我们表演团都要被上级问责。你现在不仅不反省，还强词夺理，推卸责任。鉴于你的错误表现和态度问题，单位决定责令你写下2000字深刻检讨，并且暂停你接下来1个月的演出安排，好好反省。凭什么？
我不服。不服你可以向单位反映，但在我这里，错了就是错了，纪律就是纪律，谁也别想搞特殊。散会。一般人顾及厉老爷子的面子，对乔书瑶多少会留些情面，可副领导这是直接硬碰硬，半点不含糊。中午下班，林建威、赵丽和任敏敏一起去食堂。刚走到食堂门口，任敏敏就激动地拽了拽他的胳膊：“微微，快看，那边上个月刚调回京市的厉业领导，天哪，他本人比传说中还帅耶！”林建威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只见厉业正和一个女同志站在不远处说话。那女同志身量高挑，气质文雅知性。任敏敏继续八卦：“站在他旁边的那位，好像是外交单位领导的千金顾曼青。我之前在报纸上看过他的报道，没想到他们俩认识啊！他们俩站在一起好般配啊，都是那么优秀的人，郎才女貌真养眼。是挺般配的，我们从那边走吧。”两人准备离开，刚走出没几步，面前的就被厉野挡住了。“那个，微微，厉领导，你们聊，我先走了。”不是说不躲我了？没躲。这时，顾曼青也款步走了过来，道：“我说你怎么突然走快了？原来是碰到熟人了。你好，我认得你，你是严州的妻子吧？昨天演出的主持非常精彩。我叫顾曼青，是阿野的好朋友。”“你好，我叫林建威，你们聊，我先去吃饭了。”说完，他便想绕过厉野赶紧溜走，却突然被一只大手拉住。厉野同时看向顾曼青：“我们去吃饭，你要一起？”他虽是询问，但脸上那生人勿近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顾曼青哪里会看不出来他们的关系，尴尬道：“不用了，我还有事找厉伯伯。”“厉野，这里是单位食堂，人来人往的，你如果有什么事情，随后再找我说。”厉野挑眉：“我不是那个意思。”林建威脸一红：“我是说有事情方便了再说。”“我厉野请你吃顿饭也不行。”林建威没有正面回答，而是鼓起勇气道：“厉野，我们商量件事，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故意躲着你了。你能不能别再来表演团找我？再这样下去，整个单位都快知道了。”“知道什么？”林建威咬了下唇：“你别明知故问。”“行，但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我在单位申请了一个小院，小唐已经搬过去了，你也搬过来。”“我搬过去和小唐一起吗？”“你住宿舍休息不好，洗漱也方便，不用天天吃食堂。”林建威心头微微一震，他没想到他连他休息不好都注意到了。两人正说着，后面忽然有人喊：“林建威同志，单位门口有人找，说是姓梁。”“是美娟。”“厉野，我先走了。”说完就朝门口小跑而去。身后李明亮见林建威跑远，才快步走到厉野身边：“你跟上去看看，不用打扰，确保他安全就行。另外，去房管所把上次我看好的那套房子定下来。”“得嘞，我这就去。”林建威走到单位大门口，却没看到梁美娟的身影，只看见梁美君推着自行车等在大门外。“美君哥，美娟没来吗？”“美娟今天值班。”“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去前面国营饭店，边吃边说。”林建威迟疑了一下：“我已经吃过饭了，而且现在挺晚了，我怕等会儿回去宿舍要关门了。”“是我考虑不周，是这样的，秉泽给我打电话说联系不上你，不太放心，让我过来看看。”“上次大哥打电话来，我急着上班没说清楚，可能让他误会了，还麻烦你专门跑一趟。”“不麻烦，就算没有秉泽叮嘱，我也该来看看你。所以你真的不打算离婚了？”林建威默然片刻，点了点头。梁美君听到这个回答，心里像是被什么细小的东西刺了一下。他没再追问，从怀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过来：“这是秉泽托我带给你的，他本来打算亲自回京市，但你嫂子提前生了，暂时走不开，他让你一定照顾好自己。”“嫂子生了，大人孩子都平安吗？”“平安，是个大胖小子，6斤8两。”秉泽高兴坏了。“谢谢美君哥，我等会儿就去给我哥打电话。”“应该的。其实微微，你不用怕，就算离了婚，也还有我和秉泽从小一起长大，所以我一直把你当哥哥。”林建威适时打断了他的话：“谢谢美君哥关心，时间不早了，我得先回宿舍，不然该关门了。”梁美君看着眼前礼貌却疏离的林建威，最终只是点了点头。道：“那你快回去吧，路上小心。”看着林建威走了，躲在远处的李明亮这才转身离开。回到厉野办公室，他把林建威和梁美君在门口的对话原原本本复述了一遍。所以我一直把你当哥哥，所以他心里对我还是不一样的吧？至少愿意和我一起吃饭。领导，还有事。明天周日，房管所那边不上班，房子得后天才能去办手续，您看行不？”“可以。”这边林建威回到宿舍，他拆开梁美君给的信封，发现里面竟然装着200块钱。“大哥电话里明明说只寄了100，多半是美君哥自己悄悄添了100进去。”林建威将钱仔细收好，第二天约上梁美娟去商场买东西，顺道把梁美君的钱还回去。两人正逛街，突然就遇到了一起突发事件。
原来有劫匪在商场留下了一个定时炸弹，负责拆弹的专家搞了半天都没有成功。林建威看着心急如焚的小战士，自告奋勇上前协助拆弹工作。让我看看。一名战士立刻拦住他：同志，这里危险，赶紧撤离，这不是闹着玩的。这款炸弹是制式定时爆破装置，外壳是双层铅皮，内部引信采用并联冗余设计，剪错任何一根备用线都会立刻触发倒计时加速。现在可以让我看了吗？拆弹组的负责人深深看了他一眼。这姑娘说的丝毫不差，确实是个懂行的。那你有多少把握？80%。他们刚才初步观察过，这炸弹结构极其复杂，连他们这些经验丰富的老兵把握也不超过50%。你们再不让开，把握就只剩70%了。负责人一咬牙，让他试，所有人配合。林建威蹲下身，目光专注地落在炸弹内部。他拿起剪线钳，每剪断一根，周围所有人的心都跟着猛跳一下，直到计时器上的红光骤然熄灭。成功了，炸弹拆除了。拆弹组的负责人满眼钦佩地看着林建威。同志，你在哪个单位高就？我怎么没听说过咱们这行有你这样的人物？我在单位表演团宣传科工作，我父亲以前是物理研究院的院长，所以我跟着学过一些。研究院院长，你姓林？难怪年纪轻轻就此造诣。他这边拆弹结束，李明亮立刻找了过来。他听说竟然有一个小姑娘竟然自告奋勇去拆弹，过来一看竟然是林建威，惊得目瞪口呆。不过听林建威解释了一番，又觉得合情合理。林同志，我派人送你回宿舍吧。不用，我自己走回去就行。你的安全必须保证，现在外面还不算完全太平，我们领导担心你，所以才让我过来看看是不是你，没想到还真是。好吧，丽野那边怎么样？提到丽野，李明亮有点吞吞吐吐。我们领导他昨天晚上为了协助抓捕逃犯，受了点伤，不过不算严重。听到丽野受伤，林建威立马不淡定了，让李明亮立刻带他去看。等他来到丽野办公室，看到丽野受伤了还在工作，不禁担心道：听说你受伤了，伤到哪了？严重吗？伤到腰了，刚才伤口好像又裂开了。啊，我看看。林建威心里一紧，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伤在这儿，药箱在哪儿？我给你重新包扎一下。在下面抽屉里。林建威用棉签沾了一点点碘伏给丽野消毒，两人四目相对，气氛有些奇怪。这时候，厉延州突然推门进来，脸色铁青，双目喷火地瞪着丽野身前的林建威。你们在干什么？你神经病啊！没看到丽野伤得这么重。厉延州这才看清丽野腰上的纱布，原来是在换药，但依旧极度的不行。他伤了就去医务室，你又不是医生，在这儿换什么药？男女授受不亲，你就不知道避嫌吗？别忘了，你现在还是我的女人。你要是不想升职，我也可以立马就不是。林建威白了他一眼，继续给丽野处理伤口。你没看出来吗？他就是装的，他什么重伤没受过，这点小伤他自己完全能处理，根本用不着你。算了，一点小伤，不碍事。不碍事什么不碍事？都发言了，别乱动。厉延州简直要气炸。林建威，你清醒点，他可是丽野，这点伤害对他来说就是家常便饭。厉延州，哪怕只是一个陌生人，知道这些也会有点恻隐之心吧？何况丽野是你的亲人，你真是冷血无情，畜生不如。厉延州被噎得说不出话，丽野看着林建威为自己据理力争的样子，心里像被暖流包裹。赶紧滚，再在这儿废话，小心我扇你。爷爷让我来喊你明天回家吃顿饭。不去。你不是说希望我尽快升职吗？明天单位和我单位的主任也会来，就是让他们看看我们夫妻关系稳定，家庭和睦，这样对我升职更有帮助。林建威手上动作顿了顿。明天什么时候？晚上。好，我会去，你可以走了。厉延州憋着一肚子气，却也只能转身离开。厉野看着他低垂的侧脸，开口道：昨天你在百货大楼拆弹的事，拆弹组已经报上去了，加上之前演出时的表现，单位这次大概率会给你记一个功劳。真的？而且厉正清叫你回去吃饭，是因为他得到了你立功的消息，你现在对厉延州的价值更大了，他可能会想方设法挽留你，不希望你离婚，甚至会利用单位向你施压，让你搬回厉家。要是你不想去，我可以替你去。不用，不过是演一场戏，我不会再回厉家。厉延州已经评上仙剑了，明天那顿饭过后，升职应该就这2天的事，最多再等1个月，我就会提交离婚申请。只要我交上去，你看着点，别让人卡我审核就行。他答应厉老爷子的，会配合演到厉延州升职，他已经做到了。但真等到他要离的时候，厉老爷子如果再想耍什么手段阻挠，他也绝不会再退让。1个月，厉野其实一天都不想等，可他对眼前这个女人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是我之前备着的消炎药，效果挺好的，你记得按时吃。我先走了。第二天下班，林建威刚走出表演团大楼，就看见厉延州等在门口。喂，我来接你。我自己认识路。既然要演戏，当然得演全套。林建威瞥见后面正走出来的乔书瑶，露出一个温婉的笑。好呀。
后面的乔书瑶看着这一幕，牙齿都快咬碎了。舒瑶，那就是你说的在单位工作厉延州吧？看着还挺周正，还会来接媳妇下班呢。那是微微人家优秀，厉家人都看重她。你没见前段时间厉领导还常来呢，婆家地位这么高，还这么重视媳妇的，可不多见。哎呦，那你也赶紧找一个嫁了不就好了？我可没那个福气，我啊，能嫁个知冷知热的就知足了。至于婆家要有多大背景，我可不像某些人，眼睛总盯着别人碗里的，也不嫌臊得慌。这话里的意思，就差没指名道姓了。乔书瑶本来就憋着火，这下更是脸色铁青。你说谁呢？我没说谁啊，你这么急着对号入座干嘛？乔书瑶大步往前冲，几步就追上了前面的厉延州和林建威。延州，你怎么不等我一起？书瑶，今天你先别，爷爷特意交代了，今天不能出岔子，你先自己回去好吗？可是明天我再跟你解释。厉延州匆匆说完，转身就去追林建威。乔书瑶看着两人的背影，气得狠狠跺了跺脚。此时厉家，厉老爷子和厉峰正陪着两位气度沉稳的领导说话，其中一位林建威认的是单位的朱领导，另一位是厉延州单位的李主任。顾曼青竟然也在，林建威一一打招呼：爷爷、爸爸、朱领导、李主任。厉老爷子朝厉延州示意：延州，给你媳妇搬个椅子坐。微微啊，你回来的正好，妈上次跟你学的那个锅包肉又给忘了，你来帮我看看呗。哎呀妈，微微上了一天班也累了，您要是不会做，就普通炒炒算了，让微微歇会儿。樊玉梅气得差点仰倒。朱单位见状笑着打了个哈哈。现在的小年轻感情就是好啊，知道疼媳妇。李主任也附和：这是好事，家庭和睦，工作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嘛。是啊，我和微微之前虽然闹了点小矛盾，但误会都解开了，我们现在好着呢。从前没觉得，今天这么一看，延州和建威感情真好，真让人羡慕，不像我，还是孤家寡人一个。厉老爷子这才像刚想起来似的，介绍道：这位是顾曼青同志，外交单位你顾爷爷的女儿。顾曼青笑着接话：我们见过的，前几天我和阿野在单位食堂门口。话还没说完，一道身影走了进来，是厉野。朱领导笑着看向厉野，还以为你小子今天又泡在单位回不来呢，这段时间忙的人影都见不着。该审的都审得差不多了，朱叔叔难得来家里吃饭，我怎么能不回来陪您喝两杯？哈，这才像话。顾曼青看向厉野说：你可不能喝酒，身上还带着伤呢。朱叔叔您是不知道，我今天去看他，那伤口都发炎了，他呀还是跟以前一样，一点都不知道爱惜自己身体。一点皮外伤而已，昨天多亏了微微送来的药，已经好多了。今天去医务室换药，正好碰见顾同志，医生也说恢复的不错。这时候乔书瑶照旧抢着表现，端着一碗玉米排骨汤过来。我第一次学这炖汤，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你们尝尝。不错，第一次就能做成这样，难得。确实，听说乔同志还是表演团的台柱子，没想到厨艺也这么好，不知道有没有对象。我们单位可有好几个不错的年轻同志呢。哪轮得到你们？我们单位还有不少优秀的单身干部呢。舒瑶啊，你婶子给你介绍的那几个看得怎么样？要是不合眼缘就跟我说，再给你介绍。乔书瑶一听朱领导又提起介绍对象的事，脸色就淡了几分。介绍的那些人，要么只是个小领导，要么出身偏远农村，哪比得上厉延州？我还小呢，想多留在家里自由几年呢。可不小喽，看看延州，比你还小1岁呢，婚都结3年了。说到延州啊，你跟小林结婚也好几年了，也该考虑要个孩子了。有了孩子，心就定了，日子也更踏实。现在工作忙，暂时不着急，但个人生活也不能耽误。我听说你和延州现在都住在单位宿舍，这可要不得。咱们段没有让同志结了婚还分居的道理。我看啊，你们俩单位离家都不远，干脆都搬回来住，这才像样。厉延州立刻表态：领导说的是，我明天就搬回来。小林啊，听说你在表演团接连立功，表现很突出，年轻人有冲劲是好的，但有些事啊，你们还年轻，可能不明白，年纪大了再想，可就来不及了。这次你在百货大楼临危不乱，成功拆弹，挽回的损失可不小。拆弹组和工厂那边都有人来跟老厉打听你呢，你要是真得了那边赏识，以后怕是会更忙，到时候再想生娃，时间可就真挤不出来了。趁着现在，可得抓紧啊！听到这话，林建威才缓缓抬起头。拆弹组和工厂这两个单位都是极难进去又极容易立功的地方。
立野看到林建威那明显亮了的眼神，就知道他心动了。他在接过朱领导的话，拆弹组和工厂都是男同志扎堆的地方，工作危险系数高，环境艰苦，不太适合女同志。相比之下，还是宣传科安稳些。朱爷爷真是抬举我了，能帮上拆弹组的忙，纯属侥幸，我不敢居功自傲。至于生孩子的事，谢谢您提醒，我会认真考虑的。这就对了嘛。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这话落在乔书瑶耳朵里，像针一样扎得他心头发慌。说完了林建威，朱领导转头看向顾曼青道：曼青啊，你和立野这年纪也都不小了，现在小野调回了京师，你们的婚事是不是该提上日程了？顾曼青意有所指的看向立野，这我一个人说了可不算呀。小野，人家姑娘都这么主动了，你一个大男人总得表个态吧。领导，是不是婶子单位任务太重，您帮她来凑指标了？这一晚上净听您点鸳鸯谱了。你这小子行行，不说了，喝酒。饭后，林建威以怕回去晚宿舍关门为由准备要走，从厉家出来还没走多远，再次被厉野堵在了巷子里。你要干嘛？我和顾曼青之间什么都没有，老爷子和他父亲认识，小时候见过几次，后来他在国外被扣，我刚巧救了他，仅此而已。我们之间没有婚约，也没有任何超出普通同志之外的交集。林建威愣了2秒，才反应过来他是在解释。哦，你不用跟我解释，顾同志确实很优秀，跟你也挺般配的。话没说完，他的手被轻轻拉住。我知道了，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的。你生气了？我没有，我有什么气的？你们之间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才不在意呢。他越说脸越红，终于忍不住跑开了。这边厉延州吃完饭准备去找林建威，乔书瑶立刻追了上去。书瑶，还有事吗？延州，你是不是不爱我了？怎么会？那你刚才在饭桌上为什么要说要和林建威生孩子？书瑶，我觉得爷爷说的有道理，林建威对我的事业发展确实有帮助，你也年纪不小了，如果婶子们给你介绍的同志里有合适的，你就考虑考虑吧。我不，那些歪瓜裂枣怎么比得上你？延州，林建威他爸妈都去乡下了，他怎么可能真帮得上你？我才是名门之后，才能真正帮到你啊！厉延州看着乔书瑶激动的样子，心里也有些乱，但他还是坚持道：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他父亲是物理专家，他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天赋和能力，他懂外文，会拆弹，有技术，这就是资本。如果他将来在立新功，对我也是大有益处。不是这样的，延州，你怎么能只想着自己的前程？那我呢？我等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这样？书瑶，对不起。厉延州打断他，没再回头看那张梨花带雨的脸，转身大步离开。乔书瑶站在原地，心仿佛一下子掉进了冰窟里。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他爱了这么多年的男人，此刻嘴里说出的却是如此冷酷自私的话。林建威，就是你，为什么我都让你爸妈去乡下了，你还是那么不安分，非要抢走属于我的东西？好，既然你非要挡我的路，那就别怪我了。第二天，厉野又让李明亮来找林建威，说要带他去一个地方。林建威被李明亮带到一个小院里面，厉野正忙着打扫院子里的卫生。厉野看见站在门口有点发愣的林建威，傻站着干什么？过来，来看看这房子怎么样？林建威这才仔细打量起这个小院，院子不大，却打扫得干干净净。挺好的，这是谁的房子啊？厉野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递到他面前。以后这就是你的房子了。你帮我租的？这里离单位近，你上下班方便，东安街这边有集市，买东西也方便，以后不用跑那么远。那租金多少？我给你。厉野看着他，你就这么不想和我有瓜葛？屋里我都打扫过了，晾一天散味，明天我帮你一起搬过来。谢了，那我请你和李明亮吃个饭。不用，我等会儿回单位还有事，你们吃就行。李明亮说完，脚底抹油，溜得飞快。林建威嘴角抽了抽，有必要跑这么快吗？这人真有意思。那要不我们也改天？你就这么怕和我独处？林建威心里疯狂点头，面上却挤出一个假笑。没有，你又说笑了。你昨天晚上喝醉了，我不跟你计较，但你不能再来这套了，不然我就去告你去。看着他一副视死如归的可爱模样，他忽然低低的笑了一声。走吧，小唐在家做好了饭，回去吃。这边林建威吃完饭一路走回厉野给他租的房子的时候，天色已经快黑了。路过自己家的老宅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只见乔书瑶左右张望了一下，敲了敲门，然后开门就闪了进去。那院子正是林家从前住的老宅。乔书瑶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还进了我家以前的老宅？林建威记得之前听杨姨提过，现在住在那儿的是稽查队的一个队长。乔书瑶怎么会认识那家人？林建威心里像有只猫爪在挠，正琢磨着该怎么打探，肩膀忽然被人轻轻拍了一下。微微，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林建威吓了一跳，
朝他比了个虚的手势。我来看看你和杨怡。梁美娟眼睛一亮，咱俩真是心有灵犀。我本来也打算下午去看你呢。怎么了？是不是想你爸妈了？去你家再说。等到了杨美娟家里，见到杨国珍，她赶紧开口问：杨姨，我有件事想问问您。您上次说现在住在我家老宅里的是稽查队的小队长，您知道他姓什么，哪里人吗？知道，姓龚，他男人姓乔，就是咱们京市的，不过老家是东郊柳树屯那片的，农村出身，粗鄙得很，真不知道他那样的，他男人是怎么当上小队长的？姓乔，东郊柳树屯。林建威心下一沉，他记得书里提过，乔书瑶的亲生父亲就是东郊柳树屯人，姓氏和籍贯都对上了。那刚才他看见的，肯定就是乔书瑶。杨姨，关于那家人，您还知道些什么？都跟我说说。我也是听街坊们私下传的。他男人乔大勇以前就是个街面上的混子，就是仗着他有个在稽查队当差的堂哥。后来就是你爸出事的那段时间，他那个堂哥不知道怎么就立了功，往上提了1级，顺带着就把这个乔大勇也弄进了稽查队，还给了个小队长当。微微，你打听他们家干嘛？难道是怀疑？林建威重重的点头，眼眶有些发红。杨姨，我不信我爸会犯那样的错误被抓起来。姨知道，姨当然信你爸妈，只是微微，你是不是发现啥了？我怀疑我爸是被人陷害的，和我丈夫勾搭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就姓乔，刚才我看见她进了那个院子。什么？那个不要脸的女人竟然还跟稽查队的人勾连？微微，你别急，这事儿等晚上你姨夫下班回来，我让他再去仔细打听打听。谢谢杨姨，但如果不好打听就算了，我家现在这情况，沾上怕给姨夫惹麻烦。你放心，你姨夫有分寸，知道怎么打听。他没再多停留，转身出去向杨国珍和梁美娟道了别，便离开了梁家。等他回到家，就有人敲门，他以为是厉野又来看他，没想到却是厉延州。林建威脸色瞬间冷了下来。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厉延州脸色有些难看。你宁愿在外面租这种小房子，也不愿意跟我回家。废话，我一个人住这么大的院子不好吗？跟你回去住阁楼。只要你跟我回去，我们可以睡一间房，我不会再让你住阁楼了。林建威简直被他的厚脸皮气笑了。长得挺丑，想得倒挺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赶紧走，我不想看见你。微微，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以前不是很爱我的吗？以前是我眼瞎心盲，脑子进了水，现在水倒干净了。微微，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以后一定会真心对你好。我已经跟舒瑶说清楚了，我跟他以前就是普通的关系，以后也只会是亲人。你就跟我回家吧，好不好？不好。厉延州一副赖定了的模样。那我也住这，我们可以慢慢培养感情，反正我是你男人。好，不走是吧？他左右扫视，想找件趁手的工具，没看到合适的，于是就从空间摸出一根电棍。林建威对准他，滋啦！厉延州身体剧烈一颤，直挺挺地倒了下去。第二天一早，厉延州是被活活冻醒的。他迷迷糊糊睁开眼，发现自己竟然躺在大门外面。林建威，你可真够狠的，就不怕我昨晚冻死在这儿？他刚骂完，厉野就出现在他面前，眼神带着冷意。厉野，早啊，你来找微微，她还没醒呢，我昨晚在这儿睡的。林建威听到外面的动静也出来了。厉野，厉延州脸上挤出笑。微微，你怎么就起来了？不是说了我去买早餐，让你多睡一会儿吗？你再敢胡咧咧一句试试。正准备上前再补两脚，厉延州身子一软，竟然又晕了过去。想来是冻了一整晚，彻底扛不住了。厉野朝身后跟上来的李明亮道：“把他拖到医院去。”是，领导。屋里，林建威道：“你吃早餐了吗？没吃的话，我给你下碗面。”刚回来，听说你昨天去找过我，怕你有什么急事，就直接过来了。那你先去等，我来煮面，很快就好。你心里是不是还装着他？绝对没有，他昨晚是在这睡的没错，但是他不是在屋里睡的。他昨晚找过来，我以为是你，就开了门，结果他想占我便宜，我就把他打晕了丢门口。我以为他最多2-3个小时就该醒了自己走，没想到他晕了一整夜。他一口气说完，眼巴巴地看着厉野，生怕他不信。是我来晚了，对不起。没事，你本来也在忙，我自保能力还是有的，不用太担心。再说了，真要不行，我还能喊人。厉野看着他坚强镇定的样子，心里又疼又软。以后无论外面是谁，哪怕听到我的声音，也一定要先从门缝或者窗户确认清楚，再开门，记住了吗？知道了。对了，厉野，我想请您帮个忙，我想请你帮我查一件事。林建威将昨天看到乔书瑶鬼鬼祟祟进入自家老宅，以及自己心中对父母当年被陷害一事的种种疑虑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是不是很为难？要是为难就算了，我可以。不是为难。其实林建威父母的事，他早就托人暗中查过，他不信这是没有人蓄意陷害。
微微，你冷静一点。我相信林院长的为人，但现在时局敏感，很多事情并非黑白分明。即便有证据能证明他的无辜，想要彻底翻身，也绝非易事。你明白吗？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也知道你想做什么，我会帮你，你相信我。林建威对上他深邃的目光，那里面没有敷衍，只有沉甸甸的承诺。我没事，我相信正义迟早会来。还有乔书瑶那边，我会派人去查，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谢谢。丽野那边的动作也很快，第二天他就给林建威带来了乔书瑶和乔大勇的消息。乔书瑶那边查到了些情况。乔大勇和乔书瑶的父亲是堂兄弟，关系不算远。乔大勇以前来过单位几次，想借着厉家的势头谋点好处。乔书瑶怕他们闹事丢自己的脸，每次都是偷偷给钱打发。你父亲出事那段时间，乔书瑶正好回京，确实和乔大勇见过面。林建威就是有种直觉，乔书瑶和他家的事绝对脱不了干系，陷害他父母的一定是乔书瑶。丽也继续道，乔书瑶这次去找乔大勇，应该是想让他找人对付你。我已经托人敲打过乔大勇，但不能保证乔书瑶不会再有别的招。这段时间上下班我会安排人接送你，下班后尽量待在家里，少出门。乔书瑶那边我会找机会把他调离京市。不用，就让他留在京市吧。丽爷，你不用特意管他，我有办法应付。好，但你必须答应我，无论发现什么或者遇到任何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不准擅自冒险。我明白，谢谢丽爷，那我进去上班了。好，这周末的时间空出来，我带你去见个人。什么人？见了你就知道了。之后林建威去上班，半路上竟然碰上了乔书瑶，他脚步一顿，冲乔书瑶勾了勾嘴角。乔书瑶看着他的背影，恨得几乎要咬碎牙齿。我明明已经找人去收拾林建威了，为什么这贱人还完好无损，每天照常上班下班？那帮废物到底是干什么吃的？乔书瑶越想越气，随后找了乔大勇。乔书瑶也懒得绕弯子。你前几天不是说会找人去毁了林建威吗？怎么他现在还好端端的？这事啊，做不成了。为什么？钱不够，需要多少？你说。不是钱的事，不过你要是想孝敬堂叔，叔也不嫌多。那是什么原因？龚主任发话了，说最近有人两拨人在查我们，让我们消停点，别惹事。查你们？谁会查你们？乔书瑶心头一跳，谁知道呢？叔现在坐这个位置，得罪的人多了去了，想拉我下马的一抓一大把。你怕什么？我背后是厉家，什么人能强得过厉家？你可拉倒吧，这话你说出来，自己信不信？还厉家呢？先前你堂叔想让你找厉家推荐他去公社当干事，你咋说的？那是因为我还没在厉家彻底站稳脚跟，这次不一样，只要你们帮我除掉林建威，等我嫁给了延州，我就是厉家名正言顺的长孙媳，到时候还不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还能亏待了你们？堂叔，你能当上这稽查队小队长，是不是也有我的一份功劳？我爸妈都不在了，你们就是我娘家人，我以后要是真发达了，还能真不管你们吗？姚丫头，你要真想嫁给厉家那小子，也不是非得等林建威腾地方，叔有个法子，保你能成。啥法子？乔大勇压低声音，叽里咕噜说了几句，脸上露出猥琐的笑。乔书瑶听完脸色一变，不行，这样是传出去，我的名声还要不要了？而且真这样，厉老爷子也会看清我，到时候跟我就生分了。名声？你在乎名声？厉家只会比你更在乎，他们肯定得把这事压下去。乔书瑶咬着嘴唇，内心剧烈挣扎。不行，我要光明正大的嫁给延州。那你自己想办法吧，叔这边是真帮不了你了。龚主任发了话，最近风头紧，不能动。乔书瑶气得浑身发抖，却拿乔大勇这个无赖没有办法，只能摔门而去。不帮我是吧？我自己去找林建威。随后他直接找到林建威家里，既然现在没人能收拾林建威，那他就自己上。林建威，厉延州呢？林建威挑了挑眉，感情这几天不是你一直在医院守着他？我刚从医院回来，护士说他今天早上办了出院手续，人不见了。林建威，是不是你搞的鬼？你到底什么意思？嘴上说的冠冕堂皇，说什么等他升职就离婚，背地里却让厉爷把他打成重伤，上不了班。我看你根本就没想过要离，你就是用这种欲擒故纵的卑鄙手段吊着他，想让他回心转意爱上你，是不是？林建威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你说话，是不是你把延州藏起来了？林建威，延州他根本就不爱你，你这样死皮赖脸的缠着他有意思吗？有意思啊，你看他现在不就为了我要把你抛弃了吗？你……乔书瑶气得浑身发抖。而且不止厉延州，就连厉爷爷，整个厉家现在都求着我回去呢。所以啊，
就算我爸妈都去乡下了又怎么样？我一样可以把你比下去，让你什么都得不到。他就是要故意用这些话刺激乔书瑶。如果他父母的事真的与乔书瑶有关，在他提到父母时，乔书瑶的微表情绝对会露出破绽。果然，乔书瑶脸上的表情显得很不自然。所以，林建威，你就是故意的，我真是小看你了。你说是就是吧？不过，我也可以告诉你，厉延州之所以会住院，是因为他深更半夜摸到我这儿来，想对我用强，刚好被厉野撞见，这才把他打晕，扔在门外冻了一夜。这次是碰巧，刚好碰到厉野，下次万一我突然反悔了，不想离婚了，真和厉延州成了事，生了孩子，那你可就升级当姑婆了，到时候说不定还得麻烦你帮忙带娃呢。不可能！乔书瑶脸色惨白，延州他不会的，他不会对你。信不信由你。林建威说完，伸手推了他一把，直接将人赶走。乔书瑶，你可千万要争气啊！我能不能早点离婚，可就看你的了。送走乔书瑶，林建威便拿出书来学习。另一边，从林建威那里出来的乔书瑶就开始到处找厉延州，终于在一个饭店找到了。厉延州喝得烂醉如泥，桌上横七竖八倒着空酒瓶。延州，你刚出院，怎么能这么喝酒？厉延州醉眼朦胧的抬头，你来干什么？走，回家。我要去找微微。林建威不在家，他跟着厉野走了。延州，你清醒一点，他现在不爱你了，他和厉野勾搭上了，他就是故意吊着你耍着你玩。你胡说，微微他心里是有我的。好，那咱们先回家，回家再说好吗？乔书瑶根本拉不住喝醉的厉延州，只能跌跌撞撞的跟在后面，一路上就跟到林建威的小院。厉延州直接闯进去，来到林建威的房间里找了又找。微微你在哪？找遍每个角落都没人，最后一头栽倒在林建威的床上。乔书瑶看着趴在林建威床上不省人事的厉延州，胸口剧烈起伏，想起今天乔大勇说的主意，还有林建威那些刺耳的话，最终他咬了咬牙，迈出了那一步。这边厉也带林建威到了工厂家属院，他前几天承诺带林建威见的人，原来就是武器厂的厂长许正阳。许正阳看向厉也，调侃道：你小子调回京市这么久都没个影儿，我还当你早忘了我这个老家伙了呢。忘了谁也不能忘了您，当年要不是您，我怎么能走到现在？他把目光转向林建威，这位同志，我看着倒是有些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许叔，这位就是前几天在百货大楼成功拆除定时炸弹的林建威同志。许厂长好，我是林建威。哦，竟是这样一位年轻的女同志。许正阳眼里露出惊讶，这样的女同志当真会拆弹？他来了兴致，接连问了几个物理力学、材料学相关的问题。林建威回答起来毫不费力。不过小林同志年纪轻轻，有这样的见识和学问，难得，真是难得。只要你原理来我们厂里，我一定欢迎。而且我总觉得你长得像一个人，姓林，叫林什么来着？林景峰，前京市五研所所长，我是他的女儿。他知道这时候提起父亲的背景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但这是瞒不住，将来入职审查时一样会查到。果然，许正阳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许叔，林同志本身没问题，他能在百货大楼挺身而出，这本身就足以证明他的心是向着人民的。就算你我信他，那其他人呢？小丽啊，我这里是工厂，不是表演团宣传科，这里的一个数据都可能关系到安全啊。背景审查是铁打的规矩，你也知道现在是什么局势。要是没有以前的那些事，来我们武器厂不是问题。可是现在，许叔，如果她是我媳妇呢？你媳妇她不是，你小子胡说什么？传出去像什么话？对你将来的发展，我是认真的。许叔，麻烦您再想想办法。您也看到了，林同志确实优秀，他如果能加入工厂，对咱们的技术发展肯定大有裨益。许正阳长叹一声，还没说话，厉野和许正阳立刻冲进厨房。只见许正阳的老婆邹佩环脸色惨白，晕倒在地上。许正阳着急道：老邹，你醒醒！小丽，快去叫救护车！邹姨是有心脏病史吗？我听说这种情况应该先让病人平躺，解开领口，保持空气流通。没呼吸了。林建威心头一跳，他顾不得多想，立刻开始做胸外按压，随后又拿出一颗药丸喂给病人。你给他吃了什么？素心丸。我从小心脏也不太好，这是我母亲以前在乡下为我求来的药，对心脏病很有效果。许正阳还想再问，就听厉野惊喜道：有呼吸了，活了。有了这件事，临走前，许正阳激动地拉着林建威的手感激道：你进武器厂的事情就放心吧，只要你想来，无论多难，我这边都会帮你办到。谢谢你，许叔叔。一走出许家，厉野立刻转向林建威：你有心脏病？不过不严重。厉野看着他云淡风轻的样子，心里像被什么堵住了。嗨，没事啦，我真的很久没发过病了，
说不定早就好了呢。今天也算是救人一命，功德一件，说不定徐厂长看在这个份上，能多替我想想办法，让我进工厂呢。丽野看着他眼里的光亮，把到嘴边的责备咽了回去。走吧，先送我回去，我给你煮面吃。随后丽野送林建威回到家，刚走进房间，林建威就被气得脑子都要炸了。厉延州、乔书瑶，你们两个不要脸的东西，给我滚出来！恶心，无耻！微微，这两人应该是中毒昏迷了。中毒？林建威一愣，他想起进门时那股浓重的煤烟味，再看看紧闭的窗户，瞬间明白了，烧着炉子关门关窗，窗帘还拉得死死的，怎么不直接把自己送走？那现在怎么办？我去医院喊人过来。丽野说着就要转身，隔壁的陈爱华和副局长听到这边的动静赶了过来。小丽，你在啊？刚才我们听到小林的叫声了，发生啥事了？林建威一听是陈爱华来了，立刻戏精附体。陈姨，我简直没脸活了。哎呦，咋了这是？谁欺负你了？跟陈姨说。林建威指了指屋里。晚上我和丽野去许厂长家，丽野送我回来，就看见，我说不出口，你们自己看吧。我的老天爷啊，这是哪个杀千刀的王八蛋，缺了大德的玩意儿，跑到别人家里来做这种阿杂事？是我丈夫和他从小到大的青梅竹马。你丈夫？陈爱华震惊了。这是往严重了说，涉及犯罪，破坏他人家庭，性质恶劣。小林同志，你看这事你打算怎么处理？我不知道。丽野开口，声音冷硬。副局，不用考虑其他因素，直接公事公办。对，就得公事公办。老傅，直接把这两不要脸的关局子里去。小雷啊，不是陈姨多嘴，这种男人要了也没用。你想开点，赶紧离了，离完了陈姨给你介绍好的。咱们小林要模样有模样，要本事有本事，还愁找不到知冷知热的。我听您的。这就对了。等着，老娘这就帮你把那对狗男女薅起来，搁这儿了心谁呢？陈姨，别脏了您的手，我屋里烧着炉子，他们估计是中毒昏迷了，还是等医生过来看看吧。既然恶心到他头上，那就让他们好好出洋相，反正他今天这脸也不打算要了。副局长也道：行，我先回一趟局里立案，再叫值班同志过来跟进。麻烦副局长了。随后等到厉家人急急忙忙赶到医院，听完公安的描述，眼前黑了又黑，樊玉梅差点当场晕过去，她哭喊着要冲进病房抱走乔书瑶。厉峰同样脸色铁青。够了，还嫌不够丢人吗？厉老爷子道：老大媳妇，你去找林建威，让他把那份离婚申请提交上去，不管他提什么条件，都答应他。老大，你去给严州和舒瑶开个结婚证明，拿去让朱领导审批，今天就把结婚证给他们办了。樊玉梅一听顿时炸了，让严州和乔书瑶结婚，那还不如让我去死。死？你现在死了就能保住严州吗？要是不想让他吃枪子，就按我说的做。爸，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这以后让别人怎么看我们厉家，怎么看严州啊？厉家的脸早就被你们丢尽了。别说了，按爸说的办。樊玉梅闹完又找到林建威，林建威正好醒来，见有人进来，赶紧装出一副伤心欲绝的模样。哎呦，我的心口好疼。樊玉梅本来就一肚子火气，见他这惺惺作态的样子，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行了，别装了，闹成今天这样，不就是你盼着的吗？婆婆，这话说的我可就听不懂了。是我请他们去我家的，是我让他们躺到我床上的，还是我给他们关的门窗？天的没！牙尖嘴利，老爷子同意你们离婚了，把你那张离婚申请拿过来，我给你交上去。离婚啊！林建威慢悠悠地坐起来。不急，反正我都等了这么久，再多等几天也没关系，让严州多休养几天吧。现在想急着离婚没那么容易，不让你们出点血，都对不起我那可怜的床。多休养几天，这事还不得传遍整个单位大院，到时候人尽皆知，严州的工作还要不要了？婆婆，你小声点，我昨晚可是受了不小的惊吓，医生说我需要静养，您这一吼，我心慌的厉害，怕是病得更重了。樊玉梅气得倒仰，果然如老爷子所料，这死丫头不会轻易松口。老爷子说了，你把离婚申请交上来，条件随你提。早说嘛，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我这名誉受损，精神受创，还有我那被弄脏的房子和一屋子东西，算下来赔偿我2000块钱不过分吧？2000？你怎么不去抢？这可是普通人4、5年的工资，你狮子大开口也得有个限度。你要是觉得厉延州的工作和性命不值这个价，那也可以不给啊，反正公安同志和街坊邻居都看着呢，我又不急。你前段时间刚从家里拿走5000块钱，现在又要2000，我哪里还有这么多钱？
您没有，老爷子有啊，您可以借爷爷的啊。再不济，乔书瑶上了那么多年班，在你们家吃住，难道还能没一点存款？这祸事可是2个人一起闯的。樊玉梅一愣，随即像是被点醒了。对呀，这钱凭什么我来出？都是乔书瑶那个小贱人惹出的，这钱必须让他出。行，2000就2000，离婚申请拿来。还有，我要厉延州亲手写一份认错书，这次离婚全是因为他的过错导致的，以后不管出了什么事，都不许再攀咬到我身上。你不愿意啊？那就算了，咱们继续耗着。好，答应你。樊玉梅咬牙切齿，林建威满意地点点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到中午，盖着红章的离婚证明就送到了林建威手上。他捏着那张薄薄的纸摸了又摸，终于离了，我和厉家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林建威笑得浑身发抖。厉野推门进来，就看见一个抖动的身影。你不会是在哭？哭？我为什么要哭？厉野同志，我简直开心死了好吗？林建威举起离婚证明，看，我终于离婚了，彻底自由了，还白捡了2000块钱。恭喜你！同喜同喜啦！所以林建威同志愿意考虑我吗？林建威脸上的笑容霎时顿住。啊！林建威同志您好，本人厉野，今年29岁，在单位家属院有一套独立院落，个人存款8700元，另有津贴积蓄若干。本人作风正派，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家庭关系简单。请问林建威同志愿意和我建立友谊吗？林建威彻底懵了，脸颊飞快地烧了起来。这男人，我才刚离婚啊，他这是准备无缝衔接吗？不愿意，我刚从一个火坑跳出来，才不想再跳进另一个火坑。给我机会，我会向你证明我不是火坑。林建威躲闪着他的目光，试图找理由。我们不合适。没试过，你怎么知道不合适？我结过婚，你跟我在一起，别人会怎么议论你？而且我背景不好，你好不容易调回京市，跟我在一起只会拖累你，影响你的前途。别人怎么看不重要，我的身份地位是靠自己拼出来的，不是靠攀附谁，也不会因为一个女人就崩塌。如果我在京市站不住脚，只能说明我能力不够。至于厉正清，我的事轮不到他来管，你不用想那么多，也不用有任何顾虑，只管跟着自己的心走就好。林建威，你难道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林建威心口一颤，下意识想否认，却哑了口。微微，我不是在逼你，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喜欢你，我对你做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是真心，无关其他，只因为你是你。我可以给你时间慢慢考虑，但也希望你不要一味的拒绝我的靠近，好吗？我知道了，你别说了，快去上班吧。厉野看着他害羞的模样，眼里掠过笑意。好，对了，家里那张床我已经找人换了一张新的。等回到家，林建威一推开卧室门又愣住了，房间里那张旧床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全新双人床，重点是床上还铺着崭新的大红喜被，红彤彤亮堂堂，简直晃眼。这人没事吧？我一个人睡那么大床干嘛？还大红喜被？难道他今晚就打算求婚吗？要不就试试跟他认真处处看。可我们家现在的情况，他真的不介意吗？万一以后因为我的缘故害他被降职，他会不会后悔？林建威脑子里像是塞进了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算了，先不想了。既然离婚了，接下来他就可以心无旁骛的去乡下找父母了。还有爸妈被陷害的具体原因，他也一定要去问清楚。正想着父母的事情，厉野来找他，再次见到厉野，他脸红心跳的说不出话。自己刚离婚，他真的很难跟他立即再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厉野，我觉得我们都得冷静一下。虽然我们现在关系是有点暧昧，你帮了我很多，我很感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要发展到那一步，这太快了，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我们得好好谈谈。他一口气说完，才发现厉野的表情有点古怪。你刚刚都说了什么？我只是来跟你告个别，我明天一早要出差，可能几天都回不来了。厉野看着林建威手足无措的样子，眼底闪过一抹了然的笑意。不过你刚才说的那一步是哪一步？微微这么快就想和我更进一步了？林建威瞬间清醒，脸更红了。你要走几天？不确定。厉野说完，从口袋里掏出2张存折递到他面前。这个给你。林建威翻开一看，一张存折上有8558元，另一张是5323元。给我干嘛？我不要。笨女人，没听说过吗？男人的钱在哪儿，心就在哪儿。没听过，反正我不要。就当先替我保管着，以后别那么晚下班，现在夜里风硬，太冷。我最近得赶工，把年前的工作都做完，过年我得去我父母那儿看看他们。黑省，厉野眉头微蹙，去那边过年，什么时候走？去多久？路途远，最晚腊月25就得出发了，少说也得半个月吧。赶工也要注意身体，
这几天我会让李明亮来接送你。我得走了，还有些准备工作要做。平安归来。3天后，林建威就坐上了去往黑省的火车。他本以为自己一个人去，没想到丽野竟然悄无声息地跟来了。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我要来黑省，所以就跟着来了？知道什么？明知故问，你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你要陪着我一起去黑省？我要是早说了，你就会让我来吗？还是说你就不会来黑省了？林建威想反驳，却发现自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说的对，他确实不会。他的爸妈身上带着罪名，他不敢保证自己的行动能完全隐蔽，更不敢让丽野牵扯进来。我不是故意躲你。不是故意，你只是习惯了，习惯自己扛着，习惯不告诉我，习惯怕连累我。林建威，你为什么就是不信我？我喜欢你，想和你在一起，就意味着我愿意承担和你有关的一切，包括可能的风险和麻烦。所以别再把我当外人行吗？可以试着相信我一次吗？几天后，林建威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父母。那一刻积攒许久的眼泪再也绷不住，林建威将自己离婚的事情告诉父母。母亲方安雅听完，眼泪一下就流了下来。我的囡囡，你在厉家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怎么不早点跟家里说啊？一向儒雅内敛的林景峰也气得手抖。当初我就不该同意这门婚事，厉家这是欺人太甚。林炳轩气得拳头攥得咯咯响。这么糟践我林家的女儿，真当我们林家人全都死了吗？三哥林炳义更是直接炸了，撸起袖子就要往外冲。厉延州那王八蛋在哪儿？那天送你过来那个人是不是就是他？老子今天非把他脑袋拧下来当球踢不可。不是，三哥你别冲动，他不是厉延州，而且事情都过去了，我没吃多少亏。方安雅擦着眼泪，微微，你跟妈说实话，你一个人在京市是不是吃了很多苦？听你大哥的，这次就别回京市了，跟你大哥一起去黑省，有人照应。妈，我真的没大哥说的那么惨，我在京市有工作，我能养活自己，我还得到了工厂许厂长的赏识，说不定等过完年就能调去工厂了。真的，我过得挺好的，而且这次来水仙村就是立业帮我的，他母亲是这里人，他帮了我很多，也很照顾我。林景峰却态度坚决，有工作也不行，你必须去黑省。从前我还当厉家念着几分旧情，这半年来一直托人暗中照料我们，时常送些粮食和旧衣物来，我以为他们至少有心，你在厉家应当不至于太难过，没想到竟都是做表面功夫，背地里竟然如此苛待你，可见厉家从上到下皆是无情无义之辈，你以后必须离厉家所有人都远远的，不许再有任何接触。林建威听得一愣，爸，你说什么？厉家一直托人暗中照顾你们？你不知道，不重要了。厉家当初留下你，又做这些表面功夫，估计也只是为了不让外人说他家薄情寡义。不对，爸，厉正清那个人最怕落人口舌，他巴不得跟我们林家彻底划清界限，从来不让我打听你们的消息，更不可能主动找人照顾你们。林建威全明白了，不是厉家，是厉野，一直默默托人关照爸妈的，是厉野。原来厉野从那么早就开始帮自己了，甚至在我毫不知情的时候，他就已经不求回报的为我做了这么多。所以他说喜欢我都是认真的，不是一时兴起，不是见色起意，而是早有预谋。而且这份心意可能比他想象的要早得多，深得多。晚上，林建威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厉野，问他为什么默默地为自己家人做了那么多却没告诉自己。厉野接着又告诉了他另外一个秘密，那就是当年舞会上自己被厉延州英雄救美的人，其实根本不是厉延州，而是厉野。林建威懵了，呆呆地看着他。等等，你是说当年在舞会上救了我的那个人是你？厉野眉头蹙起，你一直以为是厉延州？林建威呆呆地点头，他一直以为当年救了自己的是厉延州，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会对厉延州死缠烂打。所以你就因为他英雄救美嫁给了他，死心塌地跟了他3年。林建威，你还真是……你还说我，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害我当了3年的舔狗？想想自己这3年，他都想抽自己2下，简直是浪费了3年的生命。所以你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注意我了？我爸妈被送到乡下，你还让人暗中关照我爸妈，后来又帮了我那么多，厉野，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因为我想要的是你的真心，我不想你因为感激，因为报答，或者因为觉得欠了我才和我在一起。我要的是你林建威心甘情愿地喜欢上我这个人。林建威鼻尖一酸，眼眶瞬间红了。谢谢你，厉野，真的谢谢你。那你呢？现在对我是真心，还是只是因为感动，因为我帮了你？厉野，我喜欢你，无关感激，无关回报。几天后，厉野带着林建威从乡下返回京市。林建威一回去就被安排进入了武器工厂，成为了一名正式职工。这天下班，
丽野开车来接他，林建威脸上带着被宠溺的惊喜。你怎么来了？来看看林工同志第一天有没有认真上班。那请问领导，我合格吗？太合格了，合格的让我想每天都来检查。林建威轻推他胳膊，油嘴滑舌。怎么样？第一天上班还应付得过来吗？那当然，也不看看我是谁。紧接着丽野带着回家，快到家门口的时候，远远的就看到小院门口有2个人影在拉扯，正是厉延州和乔书瑶，两人全然没了往日的黏糊模样，吵得面红耳赤。乔书瑶哭喊着：“厉延州，你对得起我吗？我为了你，好好的表演团工作都丢了，你现在是我男人，还3天2头跑到这里来找他，你到底把我当什么？”厉延州一身酒气，满脸不耐烦地甩开他：“滚开！都是你，是你不要脸勾引我，我早就说过了，我不喜欢你了，我根本就不想跟你结婚。”乔书瑶被他甩得一个踉跄，心像是被狠狠剜了一刀一样的疼。自从和厉延州领证，争吵就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厉延州越来越颓废，整天借酒消愁，乔书瑶嫁给他毁得肠子都青了。林建威连看都懒得看那2人一眼，径直就往院里走。厉延州发现林建威后才猛然回过神，下意识伸手想去拉林建威，微微手还没碰到，就被厉爷一把攥住手腕，挡在了他身前。微微，你终于回来了，你知道吗？我每天都会来这里等你。那天不是我自愿的，是他趁我喝醉，你能原谅我吗？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林建威嫌恶的后退一步。厉延州，我劝你做个人吧，既然你们已经领证结婚，就好好过你们的日子，别总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让人不齿。我不是自愿的，我心里只有你。厉延州急得去掏口袋，哆哆嗦嗦地摸出一张占卜好的照片。你看，这是我在你以前住的阁楼找到的，你还留着它，还粘得这么整齐，你心里一定还有我，对不对？林建威看着那张皱巴巴的结婚照，让人荒谬又恶心。他一把抢过照片，当着他的面再次撕得粉碎。别撕，不要。厉延州，有件事我搞错了很久，现在该弄清楚了。当年在联谊舞会上，有个人帮我赶走了纠缠不休的醉汉，我慌乱中抬头，看到站在我面前的人是你，我对你说谢谢你，可以邀请你跳支舞吗？你没有拒绝，所以让我一直误以为那天晚上帮我解围的人是你，也一直错把这份感激当成了喜欢。先前对你的种种迁就，不过是基于英雄救美滤镜，现在滤镜碎了，我也彻底清醒了。林建威目光转向身旁的厉野，那个真正帮了我的人是他。所以厉延州，你听明白了吗？我从未喜欢过你，我喜欢的一直是厉野。话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希望你自重，别再让我看不起你。说完，他不再看他，转身就要进院。厉延州如同被雷劈中一般，僵在原地，脸色惨白如纸。他说从未喜欢过我，他喜欢的一直是厉野，我不接受，也不能接受。不可能，你骗我，你一定是骗我的。厉延州嘶吼着，还想扑上来。厉野眼神一厉，揪住他的衣领。厉延州，我只说一次，她现在是我的妻子，下次再让我看到你对她不敬，或是敢出现在她面前骚扰她，我就废了你，听清楚了吗？一旁的乔书瑶也顾不上瘫在地上的厉延州，快步冲到林建威面前，举起手腕上的银手镯。林建威，这个手镯是不是被你调包了？为什么这么说？乔书瑶一噎，他也说不出具体为什么。乔书瑶，我离婚的时候拿回了我的嫁妆，还额外要了你2000块钱补偿，就一个破银镯子，我有必要费心去换吗？而且这是厉家的东西，我还嫌带着晦气呢。乔书瑶，我记得你以前的追求者也不少，条件好的大把，怎么就非得抢厉延州这么个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呢？现在你看，连老爷子都瞧不上他了，你那厉家长孙媳的风光梦，怕是做不成了吧？乔书瑶像是被踩了尾巴。你得意什么？我不是得意，只是好心劝你，像厉延州这样3心2意、没担当的男人，真不值得你赔上自己一辈子。你条件多好啊，完全可以找个更好的。别说咱单位了，就外面那些大厂里，多少年轻有为的领导子弟，哪个不比现在的厉延州强100倍？乔书瑶本就后悔不迭，被林建威这番话一挑，心里那杆秤更是彻底倾斜了。当初追求他的人里，确实不乏家世好，本人也有前途的。虽然家世比厉家稍逊，但人长得端正，对他也是真心实意。要不是他当时一门心思扑在厉延州身上，现在说不定他这么想着。林建威和厉野已经走远了，两人一回到家，厉野双臂一收，将他圈进怀里。我想明天就向组织打结婚报告，行吗？林建威一怔，随即仰起脸看他，眼里带着促狭的笑意。厉领导，这是要食言啊？是谁在我爸妈面前保证暂时不着急结婚，先处处看的？厉野面不改色，我只答应了他们，暂时不着急要孩子，可没答应不结婚。不结婚那是不可能的。他恨不得现在立刻马上就把她娶回家。林建威轻点了下他的下巴，你倒会钻空子，好不好？林建威看着他，没犹豫太久，
便点了点头。好。他不是一时头脑发热，这个男人用3年沉默的守护，半年多来的倾力相助，还有那份毫无保留的坦诚与担当，已经向他证明了太多。他相信他值得。何况他早已不是懵懂少女，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也有能力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既然认定了，那就往前走。